好，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收讯还好吧？能听得到吧？哈。好，那今天呢，我开一个新的栏目哈，因为有很多这种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其实我很想给大家多介绍、多交流，所以我就开了这样一个杂货铺这个栏目哈，希望和大家多交流一些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对于很多这些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鉴赏啊。好，我看觉真又有问题了又。我们的网友都很热烈啊，师傅，因为这个杂货铺开张，大家都很期待。然后呢，想知道杂货铺里边有什么。那我们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我在这儿也看到师傅的这个桌上哈，哎，好像有佛像啊，还有的认得，还有不认得的东西。我就替网友师傅，我先问一个我不认得的东西啊，好，一个物件。就是最边边这个最高的红色的，对，这个是对，这个是看起来应该是陶瓷的哈，这是什么呀，师傅？我也不知道啊。我想让网友猜一猜。首先，我确定说这是陶瓷的哈，上面这有一种这种黄红色的图案，对呀，都是些吉祥图案，像主要是莲花呀，云纹呐。这样的吉祥图案，并且呢，这里呢它有透孔透气，它有几个孔呢？你看它上下大概有8个孔，1、2、3，6个孔。6个孔，对，往有3个方向6个孔对，这样有6个孔，这样一个笔直的这样一个陶瓷的东西，它底下是有底的哈，底下是有底的，那上面这个盖子呢，是之前的人后加的，本来上面就像个笔筒一样是敞开的，是空的哦。所以我想给大家留一个谜底哈。那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如果答对的话，可能会有奖品哈。好，这个疑问呢，我们会选时间会把这个谜底公布出来，就在今天的这个讲座之中啊。好的，那我们就猜猜看了。好，猜猜看。好，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些什么东西呢？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瓷器的罐子，来，给我拿近一点啊。对，大家看这样的一个蓝色哈，对，那在这个对于瓷器有研究的人来说，就知道这个是叫霁蓝哈，霁蓝就是有点这个霁其实有点雾蒙蒙的那个意思啊，对，霁蓝。那大概这个年代呢是在清早期，可能是在康熙前，康熙和康熙前，对，很早很早。你看它的底呢是这样子的，中间还有这种蓝色，涂了一部分蓝色，对，蓝色的一些釉啊，对，这一看就是很古老，很古老。它底下没有底足，是比较平面的哈，对。这样的一个小宝罐，通常呢，我们就拿它来做，在古代的时候，我估计是有，我觉得放鸡蛋的这个手有点小不太方便抓着，要放米、腌咸菜，放银子放金币，都可以哈。它这上头呢有个盖子哈，这个是不是原装盖我就不清楚了要实话实说。对，反正盖上它基本上正好那我就把它当做一个聚财的风水宝罐。像这种蓝色呢，当我们就是离近它看的时候，本身就是雾蒙蒙的，它这个蓝不是很实。像很实的蓝呢，就是说像刷了几层油漆一样，就铁定的就是蓝。这个我在这样看的时候呢，它总有一层雾气在里头，不是故弄玄虚的雾气，就是它这样的釉烧在这样的瓷罐上去，呈现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说蓝中透着淡淡的蓝和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我在看的可能也能展示出一点来这个感觉哈。对，所以就懂瓷器的人说这个就是霁蓝。那么之前我们也说过叫霁红哈，还有一种红色霁红啊，这个是霁蓝。这个就当做一个，今天就当做一个聚财宝罐。对，所以过去是故意烧出这样的一种效果，它不是无意中烧出来的，这是故意做的。那么这个效果就是，如果把它全变成像蓝漆一样，这个比较容易，多刷几层就可以了。它故意做成这样的，带有一种像诗意的画面啊，对，会出现一种美观的感觉啊，对，所以这个蓝色在古代的时候，这个蓝色釉本身就很贵。它是宝石蓝，它是矿物质的，所以这种釉质本来就贵，所以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大清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古人把这个青、黑、蓝是有点混的，都是叫做青，对，所以这个也是与大清王朝这个青也有关系，就像我们说青花瓷，那我们一开始说青花瓷，青花那个颜色不就是蓝吗？但是历史就称为青花，这个呢是青花瓷中的青花瓷，整个都是蓝色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呢，这个就是一个聚财宝罐，你看像个苹果啊，非常美。安师傅说，清朝康熙年间就距今300多年了。对。哇，能够留存至今呢。这些老物件哈，无论是陶瓷的也好，铜的或者金的或者银的这些放了这么久哈，我们都会认为它就是一个宝物了。是首先是它的这个历史性、时间性。那这个陶瓷呢，什么都好，又耐酸碱它不像铜啊、铁啊、金属还能放坏，这个东西放不坏，但是怕碰。所以很多陶瓷就放不到现在所以你看每个人你长大到现在的话，砸过多少碗了是吧？碟子碗经常砸掉，对，所以一个这个陶瓷的这个作品能留到现在是不容易的所以又是很老几百年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本身就有了一种灵性那希望说这个灵性能护佑着有缘人，那么这个是我之前就收藏的了，那今天这个开场这是介绍的第2件东西这个东西在慈悲音上头有，今天是见面就看一半只需要付1半的价钱，你就可以。真的假的？谁让我第一次介绍这东西哇，那我们网友赶紧上慈悲音，先到先得，就此一件对，其实你要促进，譬如说促进你发财的话。如果你不是在最贫穷的国家，那这个如果让你做生意顺风顺水一点，那个钱的收入不是这一点钱可以能抵消的对，是以多少倍的那个？就是图个吉祥就大家顺顺利利能够发财发福对，就是有财有福收到。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清早期的时候的一个真正的。这种青釉罐，它不是花，它没有花朵青釉罐很难得这么完整对，这算是我们的家传的吧。感恩师傅，这个杂货店开张第1天就送出这么大的吉祥祝福财富，真是感恩师傅。之前有人出更高的价，我们都没出去。对，今天我们在这里再开一次张。感恩师傅。对，但这个说到都300多年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宝贝里边还有更古老的吧？有我今天呢是给大家来请过来今天我呢也刻意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瓷器的一些展示品就大家认识一下这个陶瓷。现在在我眼前这一尊这个陶瓷罐大家看陶瓷罐。这个是在于汉代到三国时期的，但这个是陶还是瓷？这个应该就是陶。这个陶这个词的界定倒很难了，要到了宋代以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在看
这个镜头应该把它能看到，好像上头有很多斑斑点点。对呀，对。啊，就好像那个当年做的外星人的皮肤一样。外星上头全是老年斑。哎，对，所以这个样子呢，是这个汉代和汉后期的，像三国就是汉代的最末尾的那一段时间啊。对，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时期和之前，像汉代早期的时候，上头这个斑点是没有的。那这个斑点是啥呢？所以我给大家介绍那个陶。今天我没有借到的一个另外一种作品，就是在这个汉代再往前的那种陶器，哎，我想借就没借到，啊，人家都卖掉了。对，它那个陶器上呢，就是纯陶罐，上头呢画了一些莫名的图案，莫名其妙的图案。最著名的图案就是鱼形纹啊，那个图案，啊，最常见的。那么在这个罐之前身的时候，他做的那个这样的罐子的器皿哈，其实有一点像牛奶，就是母牛的乳房感。哦，那样子，它一个下面这个尖冲下头，因为过去在放的时候，它放在土地上嘛，放在土地又没有个水泥地，没有什么东西，它就等于是给戳到那个土里头，这样它就能站着。对，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下造了这么个形器哈，还是方便使用吧，是吧？我觉得他是为了在一开始做这个从泥巴做这个胚胎，他做成慢慢这样把它这样慢慢的这样垂直，慢慢的这样尖起来之后，它这个陶坯才能存在在那里。它做垂直的就会坍塌掉，是这样，所以它容易把它做成一个胚胎，之后再放在那个柴火里再烧。哎，简单烧一下，黑不溜秋的啊，就这样子。但是也有的还是挺坚固、挺耐用的哈。对，我想借那个没借来。那这个呢，所以到了汉代晚期之后呢，上头这个斑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就是最早期的釉。陶加了釉，加了釉呢，就是为了防水性更好，而且更美观。对，那这个釉是什么呢？是烧陶的那个灰。这些陶工们呢，哈，就是烧窑的陶工们呢，他在过去没有煤，啊，没有今天的这个天然气，什么电都没有，都是用柴火和木头来烧。他把它封闭的这个空间来烧的时候呢，这个烧完之后的这个柴火灰，就随着火势把它推动起来，就飞扬起来，一直在像天女散花一样，像开水一样，一直在里头炉灶里头滚动。滚动，它落到了烧制的这些陶瓷啊、这些碗啊、盘子啊这个上头之后，它就形成了。最后大家发现像玻璃质的釉质，那叫釉。那个釉也叫玻璃质，啊，那个釉的真正那个样子就像玻璃一样的。所以这种玻璃釉的感觉呢，就是柴火的落灰。你像现在台湾有那个陶瓷匠哈，对，烧那个茶壶茶碗呢，柴烧窑，他就用真的柴火劈柴来烧的时候，他要故意做成这个落灰之后的这种釉的一种效果，是吧？对，一种烧制和火的温度所形成的一种花色，但是它确实没往上涂釉。啊，你像其他这些到了更近代之后，就近几百年的陶瓷，它那个釉呢是故意加上去的，刷上去，图案是画上去。所以在这个最古老的这种釉的时候，就他们先涂了一点，就把这个柴火灰兑上水，兑上什么东西之后，细节的配方我是没有，但是以柴火灰为主，他把它弄成像面浆一样，先涂上去，先涂上去，再进行烧制，结果出来就这样。都是斑点，好神奇啊！非常的美，古朴的美。这个确实有古朴的美，所以这个已经超过了1500年。这个罐子，如果是汉后期三国时代，是至少1700年。1700年，1700年。我是算账算不清了，到1800年，太古老了。1500年之前的东西，太古老了。一个陶瓷的留到现在。对呀。你听听这个声音，敲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陶的声音，就这样。有。真是不简单哈！
我插一个话哈，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呢，刚刚那个一个印尼的一个哪个师姐啊，香来师姐啊，她想要那个蓝色的这个聚宝瓶哈。你光在这儿留言不行，YouTube 留言还不行，麻烦师姐上那个慈悲音网站，先到先得，就此一件啊。好，我插播一下。不但是就此一件，还打了一半啊！对呀，今天还打了一半，那一半真是钱没有。谁能够拿到这个宝贝，真是。一开始呢，我刚拿出来的时候，有一位这个从新加坡来的师姐出28000，我是说缘分不到，我就根本就没有给她。家传的东西我就舍不得去出哈。对，最后来成立慈悲音呢，也没那么多东西放。我就给他拎去了，就放在那儿。那这得写个价钱呢，随便写一个吧，写个低价，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不懂嘛，不懂啊。对，今天我就是，打一半儿，打一半儿，说大家工作人员的这种感叹声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我们拦也拦不住。这个是等于汉晚期的这个陶罐，有这样的釉。我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是不卖的哈，这是我借来的哈。对，这就是真正的文物了啊，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口比较大，它也放水啊、放油啊，它都比较方便于往里倒，尤其是方便倒，所以它外面的这口像张开这个花朵瓣是吧？像个盘子一样，对你往里倒油啥的方便嘛，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到后来那个釉越来越好，到了唐代的时候出了唐三彩，所以唐三彩中的黄彩不就是这个颜色吗？对呀，对，它慢慢在进步，慢慢在研制。你到了清代的时候不得了，多少彩啊，是吧？但是到了最美的时候，能够，就是我们人能够特别好的掌握这个炉温，掌握这个颜色，又研究发现这个陶瓷的美，就是从宋代，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提升啊，对，所以呢。我们看还有没有更近一点的陶瓷哈？我们网友有眼尖的看到一尊菩萨像，白色的，是那么的端庄美丽啊。对。好的，那也请师父来介绍一下这一尊，白色的菩萨像。对，我今天呢，就是因为都是时间短，我这个说开今天的讲座呢，只是1天前、2天前临时决定，所以。就是借不来那么多的货啊，所以我就尽量凑啊，对，凑来的一些东西。那么佛像呢，我个人就是因为从小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氛围里长大呢，所以对佛像从早就我就一有缘分的我就会请回家，先留下来，就是这样。这一尊也是哈，像这一尊的这个感觉呢，差不多就是大明代时期，大明代时期，但这个白瓷，因为大家一般看到白瓷，留言的网友肯定会是说，这是德化白瓷吗？肯定是错，对呀，这上面就有网友就在写德化白瓷。应该不是，德化的瓷呢更高级、更细腻，更油润，就是白的那种雅。那么这个瓷呢？它没有那样的一种白色也没有那种白色这是大明代时期的这个，我不是特别有研究这个。我刚才我说是什么窑来着？你有记得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我也想不起来。我们先往下说，咱先不管哪个窑哈，对，这也是好几百年的这个陶瓷的菩萨像，观音菩萨像，其实这个制造的是非常的美，而且雅那种菩萨的那种慈祥端庄那种大气这些衣摆这种下垂轻飘那样的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并且呢，它在这尊菩萨像的这个底部，它有些字呢，一个是有用刀刻上的字，还有呢就是用
当年的毛笔写上的字。对，毛笔写的字是烧完了之后才写的，要刻的字呢是烧之前写的。对。所以刻的字是这个工匠的他所留下的名号和年代，但是我看了半天看不清。但是看到有刻字，对，有点磨损了，对，太久远了，对对那么它有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呢，黑色的部分呢是烧好了之后用毛笔写的。古代的那个好的油墨是用松烟墨写的，它有很高的那个油脂性，所以几百年以来它还有，但是我还是看不清那个是写的什么字。这个用毛笔写的这个黑的字呢，就是后来的供养人。对对。那么刻的那个字呢，是制作人，这个陶瓷观音像的制作人，也就是那个工匠的名字或者他的行号，是这样的。你看着这个菩萨像呢，这样的不是那么纯的美哈。我给介绍的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拍到，它这个全身各处都有细细的那个釉裂，也有人把它叫冰裂，也有专业叫开片。陶瓷的专业这种把它叫开片，就是外面这个釉是外面刷了一层漆一样的那个意思哈。它和那个胎呢不一样，外面这个釉片像玻璃质开片了，就有一点点裂里头的那个胚胎没有裂。它是2张皮，但是呢，它不会掉，也不会漏水。最后，这是一个历史和环境造成的一种现象，对。所以，像喜欢陶瓷的人，还会特别喜欢这种有一点点开裂的这种美感，能彰显中国陶瓷的一种特有的美。像这尊菩萨像，我用手去摸这个陶瓷的后背这些部分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摸在那个动物脂肪上一样，油油滑滑的，是这样的感觉。要是不到了相当的年代的时候，它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里头那个开片的那个裂纹感呢，你稍稍细细打量之后，它有大一点的、小一点的那种小裂纹，那个陶瓷的那种开裂的那个美感就出现了。那师傅说这个开片其实就是这个陶瓷岁月的痕迹。对，岁月的痕迹。你摄像机能不能抓得到，把它放大一个局部，能做得到吗？试一试哈，因为又是白色的，不太容易拍哈。岁月的痕迹呢，可能有那个供奉者上香敬香是不是还会有点颜色进去？里面呢，就是这些开裂当中的，它是有点淡淡的颜色，这个颜色呢也叫香烟色其实有一点淡淡咖啡色的那种小纹。像这些都是供奉者的烟，烧的香烟。它吸收了。对，你看，真是这种拍得到吗？岁月的痕迹这种供养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反正你对准了，看眼尖的网友呢，可能能够看到眼尖的网友能看到，它有那些叫做开片的冰裂纹对。那一尊老菩萨像的话，如果我们现代人请到了在家里去供奉的话，那真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吉祥对。我想起来了，这个大约叫磁州窑大约叫磁州窑也不是定窑，也不是形窑大约。我毕竟不是专家，但是我呢也都会研究，会涉猎到这个部分但是肯定不是那个福建的那个德化肯定不是那个，那个更精细。对，所以这尊菩萨也是好几百年了。哇，这个供奉者呢，就会得到这个护佑对，你看就特别的美，它这是有一种古朴的美。现在就能看到它那个开片的冰裂纹这些它不是故意制作出来的，
它是这个经年岁月之后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开片，就会反而能看到我们中国白色陶瓷当中另一种美，就是时间之美。啊，对，是这样。所以至尊菩萨那个，它很通灵的，放在这儿之后，我是这很温暖的一股暖流，像有个淡淡的小暖炉在这里，就是有这样的感觉。一种能量的、慈悲的温暖。对，慈悲的那种温暖的，像母亲一样那种温暖的慈悲哈。哦，真是很难得哈。太好了，对。好，请过去吧。师傅，我们还有看到旁边的这个展柜上还有各色的这个瓷器哦，还有很古老的哦。好，那现在呢，就是工作人员通知我呢，就刚才这个季兰的这个宝贝哈，这个罐子哈，宝罐，季兰的宝罐已经被请走了啊。谁这么有福啊？我们把掌声送给他，真是太有福了。哎呀，祝你这个全家永远富贵吉祥，长寿。感恩师父。还有啥？还有啥？来，让网友多看一看。那刚刚讲的那个白瓷观音呐，有意向的呢，也可以到慈悲音上哈，你来留一个联络的方式啊，这个也是宝贝来找有缘人呐。对，确实是。那现在呢，我又拿出来，就是我家或者我家乡的对我家人给我的这个，在河北省的那个老的这个陶瓷，也叫陶瓷盏。你说它像茶碗吧，又像饭碗，所以呢，这个我就是想给它定义呢，像这样的叫盏，古代人叫茶盏用来喝酒喝茶呀，显得有品位哈。但是返回来看的时候呢，其实像个斗笠草帽，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类似斗笠碗对，斗笠碗它又造型会有一些，稍有不同的斗笠碗对，像这个呢，就到了元代了这上都写着元里面这就是正宗的青花瓷，元青花那个真是，一说元青花，做这个古董收藏的人会听到就是吓得起一身冷汗因为非常的难得与罕见，因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元青花。对，在欧洲某个国家，一个元青花的一个罐子画的也比较好，是当时是卖了2个多亿的人民币对，几千万美金对，那个确实是个天价。从此这个元青花就是，哎呀，居高不下呀，太贵了我们拍摄的小朋友也不懂，你们这个拍摄那个图片转一下，它是个圆字，结果你弄那4角拉叉冲着天不行转一下方向好吧？对，所以就是不学习真不行啊！是没有文化真可怕对呀，今天我们一块儿来学习。说它是不是元代呢？你看上它写的元，那也有人说，可能到了明代，明代写的这个字儿，他不想活了，再到明代把元给灭的。对呀，他今天在网上写一个元，你想造反吗你对，就抓起来了。你想反明复元吗？就是这个意思。那些造反派非砍头不可。对。所以只有元代人才写这个元字号，正好在碗上头，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写的，对不对？他也很骄傲，大元朝的。对呀，就像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一样的这个道理，是吧？美国制造，中国制造什么意大利制造，当时可能有意无意中写的对，这出自我们家乡的哇，我们今天能够这样通过网络看一眼，对，你看多浓艳的青花在这里，就可惜是个小碗。这就是传奇中的对，这个谁要我就送给谁早点报名你真不要我就扔出去了我小心点，过一会儿我生气的时候再扔，我现在还没生气就让大家认识一下，整天唱青花瓷，周杰伦把我气坏了，就是青花瓷唱的确实真的不错，就是大家见过。这就是传说中的元青花。元青花，对，平时我们吃饭的碗好像也是这种白色、青色的，那不是。对呀，我们还经常用日本青花，是吧？对。日本人他那个碗卖的全世界都是，还都是些青花的。对。
对啊，你仔细一看，图案、颜色、落款都是日本的啊。是。还有啥呀？还有这除了碗，这个我们还看到一个长嘴儿的这个对，好，你应该把那个大瓶子拿来。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哈，这是一把酒壶。这把酒壶呢，也许宋徽宗用过。宋徽宗啊，咱们都学过呀，那个文人皇帝呀。这个颜色就是仿了，就是现在台湾故宫当中宋朝的，就是皇家最正宗的品牌，宋代的汝窑瓷，包括形状和颜色和釉质的感觉，100%仿造出来的。宋朝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宋徽宗因此没用过，因为这是现在模仿的。那我们也能够想象到，当年他用的也是差不多吧，哈。你看，这就是所谓他所说的雨后天晴色。这雨后天晴好几个颜色。所以我拿来了我们的葫芦瓶来对比。那我们这个多亮多好，哪个更美？我们的美。我觉得我们那个真正雨后那个清爽的色是这个色呀。对 ，absolutely， 绝对。对，你看英文都急得出来了。你知道为啥他们仿出来是这个色呢？为啥呀？稍稍做错了一件事儿。就是光有智力而没有脑子的话，还真的不行。没有情商。因为那个当年烧了那个窑之后，又放了1000年呢。多少有点褪色呀。对呀。之前是这个色，这个壶正宗的色是这个色，放之后褪了点色成了这样，所以他仿的时候就仿了褪了色的壶。对呀，他仿的是1000年后的我们的这个正宗，当时烧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个葫芦瓶的这个颜色才是。你看这是雨后天晴色，你一看了之后就清爽，对不对？对，就像刚吃完甘蔗似的那种清爽感，一看就知道高下。你一看就美不美？对，太美了。相比之下，这个壶算个啥呀？谁要我给扔给你对，就是这样的。但是说实在的话，今天买这个台湾某窑仿制的这个壶也特别的不便宜。是。这一把壶超过$1500呢，都是很贵的。就是仿制出来这个色，这种感觉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仿制出我们这个来呢，就更难。更难，对。对。师傅，我们这个你看器型又大又美，它的寓意又好哈。对，还长这么又瘦脖子细腰的，你说就是呢，是不是呀？咱们这看着就富态圆满、富贵，对呀。那我们网友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天青色的这个葫芦瓶推出一段时间了哈，咱网友特别喜欢，也都在那个慈悲音上有请购了。有个网友他留言，他说。就是有那个亲友结婚呐，还有些那种乔迁之喜哈，就是别人有喜事的这种。他说送一个这种青色的这种葫芦瓶，是不是能给人家也带来很好的祝福、吉祥的寓意啊？我大约解释一下哈，之前我讲过好几次了。这个葫芦它的有一个叫谐音，就类似音哈，叫福和禄。福呢就是有财有财，禄呢就是这个政府或者是皇帝给你那个禄位，就是每个月每年都给银子花，对，还当官还有固定工资，对，而且这个葫芦中间呢叫寿掐腰寿是吧？既有钱，还有权，还有腰对，其中但是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叫长寿的意思，对，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适合于新婚的人，为啥嘞？因为葫芦多子，多子多福啊！对，哇，葫芦多子，我有一个真的葫芦，今天给大家展示哈，这个先别拿走哈，对，来，我有一个清晚期的清末年的一个大葫芦，这是天然的。清朝的大葫芦，对，100来年了，这就葫芦祖宗啊！这是，你看看。葫芦里头很多籽，
但是真实的葫芦里头就是有很多籽，这个是天然的哈，天然的。哎，这个呢，之前的修行人呢，还往上头刻了字，画了像，这些字这些像是烫出来的，上头叫洗心，底下呢洗心革面。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是吧？犯过点事儿的，犯过点罪的人哈，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哈。还有呢，多子多福。太好了，这个寓意。对，就是你看，有很多时候你第一代很能干，第二代，我说实在话，这个人生有个遗憾，就是我想生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到了年长之后，说我干啥也干呢，反正也没人接班，是吧？早点退休算了。就有的时候会有点无聊的感觉，但是有了孩子呢，都挺忙碌，忙碌的让你吧，就是又烦又欢喜，哎，这就是多子多福的那种感觉。忙并快乐着。对，忙并快乐着，因为后头有接班人，你还希望让孩子们能继承你的事业呀，他们将来都是很有才华呀，能够为人类多做贡献呐，是吧？能够一鸣惊人呐，对不对？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哈，所以这个葫芦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个容器，你看上头这个有一个做了一个木头塞子啊，对，这样我们里头呢可以盛水、盛酒、盛药啊，盛宝贝啊，对，你往里放支票也可以，其实、都收哈。太有钱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瓷的葫芦呢，就来仿照它。但是这个做的更规范，对，所以我们这个葫芦瓶就是仿制了这个大清最兴盛的那个时期，乾隆时期的玉制葫芦陶瓷的这种天青色的这个大瓶子啊，对，来就是供大家能够得福禄寿，还有多子多孙、幸福绵长的这个意思哈。所以现在我手里头拿的。这个葫芦瓶呢，我会送给我们台湾正要结婚的一对年轻的菩提子菩提弟子，祝他们新婚福禄寿，还有多子多孙，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那我们网友也可以到慈悲音上继续去请购哈。好，我呢，并且是给这个。今天的20个葫芦瓶专门盖了我的章就是希望让今天的有20位能够对，请这个特别的富贵的葫芦瓶的网友朋友能得到我这个盖印章的这个祝福哇，师父的法印呢这个祝福太大了。好，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想得到师父亲手加盖印章把这个祝福固定在这个葫芦瓶上的这样的网友们，赶紧到慈悲音上去要抢购啊！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师父亲自加盖法印呢，真是非常殊胜。福禄寿，对，想让大家介绍，就是你了解一下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和用品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对，你就会开始喜欢它了对，你也不懂的话，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读书无论你的语言用的哪一种，读的其实都是西方人的哲学和整个这个课程设计的理念而可是你就慢慢就失去了自己本有祖国的那种传统与智慧，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真的是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也可以现在就请购在门市，对，同时开的网络跟门市同时开放，现在网络门市同时开放，对，怎么样都可以难得方便大家呀。
师傅，要不然我们晚一点再请师傅再我加盖。继续再加盖。对对对，我们还是好更多的来学习这些知识。我这样子哈，大家看到了哈，这些印章我自己亲自盖，加持都是我亲自做啊，大家相信我哈。好，一会儿下了课我就继续盖哈，大家想真的需要的、喜欢的啊，就赶快去订购哈。不喜欢的啊，你千万别去请啊。没有不喜欢的。好，好，先把这个印你先请下去，来。好，感恩师傅。师傅，刚刚那个网友们猜什么的都有啊。咱们要不要来给大家揭秘呀？好。猜很多人猜说是，笔筒、话筒放画的，还有说放普洱茶的，难道不露出来吗？还有说是储钱罐儿。还有说放鸡毛掸子的，还放鸡毛掸子，把这个葫芦瓶也请走先啊。好，那我们要揭这个谜底了。还有说是放香的，还放香的，对，还有当然了，台灯、花瓶，这是最多的了。还有说放药的，还有万花筒。哇塞，这个我就正式揭谜了哈，这可不是玩笑哈，这个样子，还有它的用途哈，因为刚才我介绍了，上面这个盖子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而之前它就像个笔筒一样，这里是空的哈，底下是有底的，中间有这么多，有6个出气孔啊，叫66大顺啊。这是啥呢？清朝的官帽筒。官帽筒是啥意思呀？在中国古代哈，在包括很多国家，在古代。他这个做官的哈，他有一套制服，但是这个制服当中一定会配一顶特制的官员戴的帽子，而且不同级别的官员戴不同的某些制式的帽子，在当时的百姓和官员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级别，或者他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权威啊。那些帽子呢，不像今天的布帽子，随便往哪扔，也不怕折，不怕压，不怕洗。过去有很多这个帽子哈。它是特定特制，洗的时候是不是那么方便的？它是这样放在那儿是硬的，对，是硬的。清朝的呢，有的它那个还给了那个花翎，还可以后头还有一个像个鸟毛是吧？对，孔雀毛那样的孔雀毛，或者像其实那个叫锦鸡毛锦鸡毛那个很漂亮。对，那这种特定的帽子，它怕压、怕折怕砸，所以呢。又戴了之后呢，又可能又有点出汗，所以它就放在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陶瓷的桶上头。为什么有透气呢？风吹动，把帽子当中的热气散掉，对，有这个好处。对，这是官帽筒。那么这个是正宗的大清同治时期的官帽筒。同治时期的官帽筒，100多年吧。上头的这些花纹，对，我解释一下，主要是莲花和祥云。怎么解释呢？一个叫66大顺，平步青云。刚才师傅说正好有6个孔。6个孔。对了，也叫66大顺。还有呢，路路畅通。对。路就是6。路。对。还有平步青云。那这个红色呢？这个红色呢，我忘记它那个俗语是叫矾红。矾红这个红呢，它在尤其是阳光下一照对，带有一种就像快乐的笑脸的那种红色。它又画的是吉祥的这个图案。对呀。所以一照之后就觉得鸿福齐天呐。哇，太好寓意了。平步青云。所以他就用的这样的颜色图案。但这个形状是固定的制式。对，所以这是清代同治时期的这样的官帽筒那么今天在家里去使用它的人，会给家里带来可能是平步青云对，甚至是会获得这个权威和事业顺利的这样的寓意。对，感恩师父。有这个好处这
这些就是150年前的陶瓷，离现在已经150多年了。对呀，对对，我这样摸的时候都是很润泽、很滑溜。新的瓷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连这种感觉我都告诉大家哈。底下还有款的，它有铜制、粘制的款哈。好。那我们的网友猜什么的都有，还真有学问的耶！哎，有18位网友都猜对了。哇！啊，是官帽筒啊，对，腾彩合替，苍真正地，雅曼，还有什么好多英文名字的呢？哇，真有学问呢，恭喜他们呢！好，今天给你们有奖哈。奖励你们今天晚上多吃1碗饭，平步青云。对，谁让你们那么有学问呢？好，那我想呢，还是给照顾我们的网友哈，还是有奖励哈。我们用抽奖的方式，好吧？太好了，抽奖环节到了。刚才我没有说清楚，你这个猜对了之后奖励是什么哈？1碗饭嘛。1碗饭嘛。在一开始说的时候没说清楚。师傅给我们的饭那都是子子孙孙有饭吃啊。这个金口玉言的加持太棒了。我们中文平台哈。好嘞。中文平台，觉真来吧。1、2、3、4、5、6、7，来，1、2、3、4、5、6、7，停。好。抓住1瓶，幸运的1瓶。好，第一位叫斯温尼 C， 你这个名字太怪了啊！但是你知道自己这个名字就好了哈。斯大林的斯，温尼 C， 好，第2位叫蓬偶鹏程的鹏，莲藕的藕哈。第3位是叫林。Ruby 红宝石的意思哈。对。第4位，德甘啊。第5位，苍真。1碗饭再加上奖，刚得了1碗饭。好，这5位呢，我是送茶叶。送我上次就是给大家说的哈。我们有台湾非常热情的弟子同修呢，想更供养一些台湾出的好茶叶，那我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哈。台湾的茶真的是很好喝哈，我都不好描述了，反正特别好哈。感恩师父。这几位每个人1盒哈。好，感恩师父，祝福他们。我们这里再来1瓶，再来1瓶哈。好嘞，来。说吧，喊吧。7654-321，停。好，停。好，我从这里开始。这个叫洪建群呢，好，第2位是龙江，第3位宁真理，第4位苍池。在现场啊！现场嘉宾，哇，太幸运了。第5位林秀芝。现场嘉宾啊，林秀芝他就写到了官帽筒，这很有见识哈。哇，这不简单哈。好，那这5位当中，前2位呢，我先讲的前2位呢是送台湾的茶叶哈。对，刚才同样的茶叶。感恩师父。那么后3位呢？后三位当中的第1位叫宁真理，送你一个八卦内功的腰带啊！太好了，对你这个走八卦、增长元气哈，让身体变得强壮，会有特别直接的帮助哈。
好，下一位是苍池哈。苍池呢，我送你一管金菩提禅香当中的檀香哈。第5位林秀芝，林秀芝，我送你一个我的禅香当中的一个特别一个秀气的小管的檀香哈。的这一管呢，我打开过了哈，打开过就是没有烧啊。好，恭喜哈。好，该英文平台吧。好。哦，清代官帽筒售出了，哇！售出了。新加坡的一位有缘的同修请走了，要平步青云呐！哇，真是恭喜恭喜！哎，因为我今天拿出这些东西的这个价钱哈，叫做超级批发价，就像买白菜一样的价钱，在你买到的是一个很正宗的古董。哇，并且是官家的啊！太棒了！哎，来英文平台，英文平台哈，好嘞，来，好 ，1 2 3，停。又截了一屏。英文平台第一位获奖者是叫 Karen Chou。他说 me， 他就是我。哎呀，真是抓到了他。这里面第2位呢是香可，香可，要恭喜香可呀！恭喜香可呀！这是我们团队的小朋友哈。对。第3位是Eliza Chan。Eliza Chen。Eliza Chen。也是说抽我哈。好，3位了，4位。第4位叫 Pin YT。好。第5位林妙山。他说抽我。你找挨打的意思哈。第6位，这个叫什么 ？Michelle Angela， 这是俩名字，怎么凑到一个人头上去了？对，是俩人合伙的嘛，是吧？也是抽我哈 ，Michelle Angela 哈，这里英文的6位哈。好，6位，我来看给你们。给什么好礼物来着？茶叶吗？茶叶哈。这样就是1、3、5是茶叶。好嘞。好吧。哎，这个我们工作人员来分哈，1、3、5的这一瓶的1、3、5的都是茶叶哈。那2、4、6的呢就是东西哈。好的。2、4、6的，2、4、6。2、4、6的，对，这个金看麦的着不大小丝带。如果你是女生或者你们家有女生哈，你这个丝带绑在头上，绑在脖子上，绑在手腕上，绑在包包上，就显得你更美了。收到。这个是装啥的？装筷子。装餐具的。餐具的。其实装钱也可以啊。这个是防水的，就是我们做新海那个包包。相同的那个材料做的哈，这个拉链死贵的哈，特别好。是，感恩师傅。好了吧？太有福了。抽奖就到这儿了吧？好，哎，还有韩国的，别忘了。韩国朋友要吗？你说？要啊！他们都写抽我。对。好。我等一下哈，韩国的哈。韩国那个字，它都往上跳的。对，移民现在都移民韩国去了。对。那我就尽量抽前头一点。所以正宗一点的会得到哈，你准备好了？好嘞哈。我呢，反正前后都照顾到哈。好嘞，好。停，好。哎呀，又跑到前面去了。这就是命啊。
第一位意象，一项，一项，啊，对，是我们一个禅堂的主管哈。对，哎，恭真喜恭喜是很好，恭喜哈。第二位有缘，嗯，第三位公，搞不懂，不认识这什么字，啊啊，第四位啊叫金无畏，就谁都不怕的意思哈，啊，第五位兰科啊，1、2、3、4、5，6位吧，第六位验证啊，好，好， 6位哈。6位，第一位、第二位啊，我看，来，你这样端的太累了，来，放这儿挑就省事儿。第一位哈，送给意象的哈，小龙龟，这个龙龟，我希望你健康长寿啊！哇，收到，感恩师傅，太好了。对，桃木的哈，第二位是谁呀？有缘啊，桃木金刚杵。哇啊，破除一切障碍。对一切障碍都能够顺利通过。第三位，一管金属管的沉香，这是特别金贵的，都是精纯的沉香哈，这个都是很贵的哈，非常好。敬佛呀、敬神呐，都是，甚至是防病都是很有好处。这个，像我呢点这个香哈，你在一个正常的房间屋子里头，我只点上早晨，我只点上它，烧了差不多1公分到2公分，就是一天都是香香的。对，是就这么厉害，特别好。3个了。第四位，男的女的？公，金无畏。金无畏，你还是在家里有点怕一点好哈。既然叫金无畏，送你一个这个特别漂亮的绑头发的哈，美化你们家的女士啊。金无畏，更柔和一点哈。第5位，给这个，这个之前叫车挂，其实就是蓝色琉璃药师佛护佑你吉祥如意。哇，感恩师父。这是第5位啊。第6位，这个餐具袋啊，好，祝你们得奖的都能够如意吉祥。感恩师父。好。好，把奖品收下去。师父，我问个问题啊。咱们网友以前也经常会问到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金菩提64卦哈。然后有的时候抽的时候，问事情抽的时候呢，抽到红宝石，或者是那个蓝宝石，还有的时候抽到护经板，大家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寓意，对他的这一卦怎么解释呀？师父可以讲解一下吗？这个很容易，先把这个官帽筒先请到一边嘛哈，千万别碰，陶瓷就怕碰摔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放上好。护经板呐，蓝宝石、蓝宝石，对，蓝宝石、红宝石，大家知道哈，它都是差不多众多宝石之中接近最贵的宝石，对，非常的稀有，非常的美丽哈，这个容易理解。对，那就是这个护经板是什么意思呢？我让大家看看什么叫护经板，来，请上来。哇，我们还真是没有见过护经板。对，你看这个2个小佛像，你可放得太紧了好累呀！这么大呀？这是大的呀，这是大经书呀。我给大家看护经板，这是保护经文的木板
先大家看看，这个是西藏500年前的护经板，这是木头雕刻的，它并不是用这一块板，而是在这个板的背后承载着可能几十张到上百张经文，这个经文是纸的或者树叶做的，啊，对，那在后面还有一块板，因为这些纸张和树叶它是软的嘛，那这个经文你在放的时候，它要不太软就容易坏，容易毁坏，所以它用这个结实的木板来衬托着，是这样。那木板呢，首先它对于这个纸张来说，它有一些吸收潮湿的作用，又能去承受它啊。像这样的这个护经板呢，其实就是经典的前后上下的护板，就叫护经板啊。对，这个呢是非常精致雕刻的，这是现在就是从欧洲再重新请回来的。西方人呢，他对这个东方的这个宗教文化艺术是很多人是非常的热爱啊，所以有些人就很早去收集我们东方人的这些文化的用品、宗教的用品啊，所以也幸亏他们也收走了一些，要不然我们的文革都给烧了砸了啊。对，你像这个护经板上头啊，有很多尊佛像，那些小佛像都刻得非常的精美，并且每一尊的表情和手印都是不同的，就是不同的佛，它只是我们叫不上名字来。那么四周呢还有四大天王护法啊，在众多佛之中有3尊大佛，中间一尊是释迦牟尼佛啊，那靠他的右侧的那一尊呢是长寿佛啊，靠他最左侧的那一尊呢是叫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那尊佛像啊，对，非常的精美。所以说护经板好不好呢？就是佛经就代表着佛的精神思想和教化，所以是如意吉祥的意思。是，所以我们当抽64卦抽到护经板，那是如意吉祥，就记住这个哈。红宝石、蓝宝石护经板都是非常好的。论算命来说，这是高尚的命。对。运气来说是好运气啊。哦，太好了。对。那记住了哈。这个先收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另一种护经板和这个贝叶经。你看到了贝叶经，就懂得什么叫护经板啊。贝叶经也都是我们听说过，都是那种传奇之中的，遥远的都不知道。这个护经板呢，是我们西藏地区500多年前雕刻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宝物哈。对，在过去这个经文呢哈，现在还有很多经文也是这样的制作的。来，请过来，就是它每一章经文通常是长条的，它和别的并没有连起来，它就是单章的，就像这样子。我读完了之后，我再就把它放在一边去。那全部读完之后呢，上下版把它盖好，再绑好，就这样子。对，所以才有了这个护经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东西。我现在眼前的这是一个完整的一部贝叶经，一部完整的贝叶经。这个上下这个红色就是2块木板，看这个它的上面底下是一样的。对，上下这2块木板就是护经板，所以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贝叶经啊。贝叶经，你看到这个金色，很古老的，看那个金色是纯金磨成的金枝涂上的，啊，那个金漆，这个是很正宗的金，都是纯金的，纯金。它又是一个是尊贵，还要防腐的一个意思。尊贵还防腐。我你像们网友都说第一次见到铜鎏了金、包了金，这样铜就不容易生锈，不容易腐蚀啊。是。对，那其他的东西如果有机会往上贴金和包金的话呢，也是防腐。防腐，就有助于流传保存。对对。黄金是我们已知道和常用金属当中最贵重的金属。除了更稀有金属之外，它是最贵重的。好，现在师傅就把护经板拿。我现在把护经板这样取下了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都是红。这样子。对。你看还有2个孔，两个孔对应什么呢？这里有2个竹签。所以这个经文呢，这是贝叶贝叶是一种类似像棕榈树。棕榈树叶做的。棕榈树。它是经过若干道这个加工之后，再用那个特别尖锐的那个铁笔，呢，再把它这个用铁笔刻字、刻经文。刻上经文你是看不到，对不对？之后呢，你看这个的经文是红色。对。用朱砂，还有的一些修行者因为信仰的原因，再加上了自己的鲜血，朱砂、黄金，还有什么药物混到一起，涂上去之后反复涂了之后呢，他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傅就知道说这个颜色已经吃进去了，再用湿抹布再把它这个贝叶上的颜色再擦掉。这样用铁笔刻的那个部分就有了颜色，而且再也擦不掉了。就吃进去了。因为它是刻进去的，是吧？就很像现在一些西方年轻人在手臂上腰上的刻的一些图案纹身。把它扎破了之后再涂上墨水，那不就是去不掉了，很青花难去掉，就出来了，是吧？就去不掉了。对，很难去掉。对。这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做出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贝叶经的经文，我们能认得吗？这个字呢，大家有认得吗？不认得。大家肯定先瞎猜，就是说这是藏文、梵文，都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个文。凡是贝叶经的，之前用的都是叫巴利文。今天会说巴利文的人，全世界不会超过2万人。在印尼有个岛，大家经常旅游，叫巴厘岛。这个巴利文最早就来自于巴厘岛。是这样子。就现在巴厘岛还有人在说企图恢复一些，让孩子们再重新学会巴利文。古老的语言。对，他还确实是有个别的老人还会说。是这样的那么到了整个东南亚当中，几乎南传佛教的经文都是用巴利文写的，并且都是刻在这个贝叶上这些贝叶，大家记得他这个阅读和使用的时候，不能像一般人用那个读纸的时候抹一下唾沫，抹一下口水来翻，这是不行的，这上有剧毒。这个毒是干嘛呢？防腐，怕虫子咬，因为它这个叶子或者是纸张的话，它毕竟是植物纤维做的，它会引虫子来吃，所以呢，它用毒药煮过的，浸泡过3天呢，这不是为了杀生是为了保护经文。我们在韩国有个海阴寺，海阴寺在就是800年前到1000年期间，有一位韩国的大王也不敢叫皇帝吧，反正韩国的王，他曾经就是说有人出主意，就是印经，印经对这个国家就特别吉祥，他们
实际上印经的话，先怎么样解决印经的那个东西呢？就在木板上先刻出这个字的反字，反正在印上纸上去了之后，出来就是大家我们读的正常的字。对，那个刻经的那个印经板，在海印寺里装的到处都是，满满的。对，那个寺院里头上空没有一只鸟，里头没有老鼠，没有蚂蚁，没有蝴蝶，那些小昆虫对毒药都是非常的敏感的，早吓跑了。它整个那个磁场，小动物就知道有股能量就往外推它，别靠近，哎，受不了。对，全是毒在里头。对，我呢去访问过啊。对，所以那是印经版，那是木头呢，不是啊？不是也木头，一个是怕开裂，还有呢怕招虫。对呀。那木虫也很厉害，是它能把这个木头吃光了。嗯。那这些树叶子呢，不管什么树叶都有虫子吃它，所以一定要毒要煮过。那么在西藏的这个经文呢，有很多西藏人自己做的那个特别粗糙的经文，我也收集到有一册，今天我没有找到啊，因为那一册都很多粘连起来了。他当地用那个毒草，在毒草来制成的这个纸也很厚很粗，但是呢，为啥用毒草制呢？就是怕虫和老鼠给咬了。这个经文，要不然这经文不能流传。记住哈，就是看经文要干干净净，戴着手套，对，就千万别去手来蘸口水哈，那会有毒的哈。对，所以呢，我们供奉经文，就是功德无量，与佛同在，佛菩萨会护佑你的。对，它就是这么一张一张的一张一张的。哎呀，我们网友都说这个今天太长知识了，感恩师父了。对，我就不想再把它打开，因为这样的封存的特别好，我就不再打开了。好的，我们也都一饱眼福了。这都是巴利文的经文好，感恩师父，真是有对，上下这个版即是护经版。护经版，这个是缅甸的经文。缅甸的，可是缅甸人今天没有人会读巴利文，所以在今天的缅甸文发明之前，他们很多人还是，尤其是和尚出家人读的就是巴利文。那是在270年前，现在没人会读，但是有人会，少数人藏了一点这个巴利文的经。像这样的木板的这个是比较朴素的比较常用，不用朴素的。就是在缅甸和老挝、越南还有非常华贵的这个护经版，但是不同于西藏的，它那上头用的更多的就是用的金属和金水比较多，也是更华丽等以后有机缘，我再有这样的课的时候，我带给大家看一看。好的，好，感恩师父。好，我们就先收下去先平放这个。不容易哇，今天真是有缘呢，难得一见。护难得一见。经版，对我们抽签经常会抽到这个，但很多同学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都别说见过了。对，今天在网络在直播上见到，也是非常的感恩师父。好。那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直播呢，因为都是在这个场景下，我们那个网友们都眼睛很尖呐，早就看到师父身后的这一尊石头的菩萨像，特别的美特别的美。对，确实是。对，每次直播其实都有网友在问，说能不能师父介绍一下。那今天也有这个机会，请师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尊菩萨像。好的。这尊菩萨像呢，其实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大家多数人都知道在佛教之中是以智慧著称，智慧第一，辩才第一为众菩萨之首。为众菩萨之首是因为他这个大智慧。那么还透露另外一个秘密呢，就是在这个药师七佛之中，呢，反而是文殊是七佛之首。文殊是七佛之首。对，然后在现在当今的
中国辽宁锦州地区，辽宁锦州地区有一个寺院，对，我都忘记叫什么寺了哈，它里头就有七佛，那个就上头都有牌子的介绍哈，或者他的住持给你介绍。我当年去的时候，他住持出来就介绍了，就是首尊佛就是文殊那在那个时候可能称呼为燃灯古佛之类的，我现在这个不确定哈，反正文殊菩萨是在之前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还有这个说法，所以为什么是智慧第一呢？他这个功德无量救度众生无数无量无边又教授这么多的生命成为佛，所以他是智慧第一。那么到了佛陀时代，他也化为菩萨帮助释迦佛利益众生是这样也有人提醒，在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寺院叫奉国寺，有可能吧。我还在奉国寺，在他这个花园里头还看到了很多恐龙化石，但是很多人不认识。我后来给有一些学者就说了，说现在都已经叫人给偷光盗光了恐龙化石那文殊菩萨呢，他是智慧第一神通无比经常叫手持慧剑什么拔出慧剑斩情丝那个概念，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叫做当断则断当直则直，当放则放。就是我们众生就是对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个情字牵扯了之后，是吧？比如说你过去和他假设和他恋爱过，可是人家现在结婚了，但是你们之前恋爱过，他和别人结了婚了，你还是觉得还能想到过去的情和义的时候，你和他往来是非常不利的，对于你和他都是一种破坏和不利。这个时候就当放则放，就像拿那把剑斩断头发一样，像切断麻绳一样，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立刻斩断，这样才是对双方是有利的，对不对？对。有的时候你这个遇上一个坏生意，刚砍断的时候就砍断，因为就止住流血了嘛。说当断不断，是吧？所以这个智慧这里头也是指叫破除魔障的意思。所以那也有人说，这个佛教不是慈悲吗？慈悲怎么那智慧第一的菩萨还拿着把宝剑，这是凶器呀？这个是一种比喻是破一切的障碍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去学习和供奉文殊菩萨，我们就变得有智慧了变得能觉悟了对，就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人要做一个开悟的人，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对，那大家可能会问，那这个菩萨底下坐了个是什么东是吧？对。那菩萨这么慈悲，底下这个家伙看起来不是那么善良应该说一个是叫坐骑，过去坐骑，过去人不是骑马吗？那传说中有的神人骑老虎，骑狮子，是吧？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人骑着狮子至于说这个狮子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传说，在我们这个明代的小说《西游记》当中就对这位狮子这位狮子大哥有一个无数的描述，对，他下凡了那是法力无边了但是说这里头是什么呢？这代表着啥呢？就用慈悲、柔软和大爱降服一切刚猛、勇敢、刚强、执着的意思。哇！反而最勇猛、刚强的，应该用慈悲、柔软、大爱去降服他，去对治他，他才能够符合于自然这个道，他才不会给众生带来祸害，反而是能有利于众生，甚至说还能借狮子的威势而利益众生。比如佛陀最早去为5位弟子讲法的时候，也叫做狮子吼。所以一个青年的佛陀坐像
在最初说法初转法轮的时候，那一尊的雕像即为狮子吼佛像。对，就是用一种狮子的勇猛的这个精神。那就说第一次说法有什么勇猛的呢？你要从一个还没有开悟，直到开悟，就像说今天我过去一直是学生，第一次我成为教授给别人讲课，那是不容易的。这样是一个质的一个变化与跨越，是吧？过去一直是被教化，今天我来教化别人，你需要胸有成竹，大智大慧，大彻大悟，才能开得了这个金口，才能让众生成佛。所以这个狮子还有很多这个代表，还有狮子是万寿之尊。对，什么叫万寿之尊呢？不是寿命就是其他各种的生命，它都怕它。各种生命，当然了，那森林之中，是吧？能够欺负它的动物已经就不多了，是不是一般的老虎也打不过它，兽中之王。因为它的体能一个大的一个雄狮有700-800斤呢，就是它的身体的重量。那么它那个牙齿的咬合力是超过1500斤，就是一般的牛的骨头一口咬住，它的牙齿咬住的地方就会断裂。就是这样子。你说人类的牙齿咬合力是多少吗？3-4斤吧。反正能咬包子什么馒头对呀，3-4斤吧。对。所以他拿那个杂技表演的，说拿个自行车，拿个钢丝绳，拿个牙套套住来叼着，拿个自行车做杂技表演的，他就觉得神人是吧？你牙齿没掉是吧？是啊。那才多少斤呢？20-30公斤，已经就觉得像是壮汉，对不对？对。那狮子这个牙齿如果咬汽车的钢板，一咬一个窟窿，就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所以这个狮子是万寿之尊，所以呢，慈悲温柔的，类似像女性的这样一位大菩萨，是坐在这么一个万寿之尊的背上而且他要服服帖帖的去服务，那就是用大慈大悲降服了他的这个刚劲威猛。对，让他能够协助菩萨利益众生对。感恩师父。我们那个网友也说就咱们的64卦之中有一卦就叫文殊爱你。对，那就你要得智慧了。对，抽到这一卦的就得智慧了。肯定你要面临的这个事情，你问的这个事情，就可以用智慧来化解就有很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了。那还有网友刚才也着急说刚才介绍那个元青花还有那个酒壶还有什么的，怎么慈悲音上找不见呢？咱们今天介绍的不是慈悲音上都有的。今天很多东西有一部分呢是我借来的，有一部分呢是我就是断断续续几十年慢慢觉得还不错的，人家要价也不贵的，我就给弄回来了，慢慢的存货所以很多部分是慈悲音上确实可能没有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东西，而并不是为了卖这个东西，大家学一些认识就好了。对，今天是跟着师父一起来长知识了。对，所以这一尊文殊菩萨也是慈悲音上没有的没有，买不了，太贵了。所以这个的时代呢，就这个样子的时代呢，它的最显著的特征会在1500年前。只是我谦虚的说，可能是在元代和以前有多久就不知道了。如果去在资料中对比的话，就可能是在这个北齐北魏时期的这样的佛菩萨造像。他那个是一个是他这个雕刻非常的矛盾和统一，就是上面坐着的菩萨慈悲、温柔、安详、清净，对，非常美，非常的柔美，而且它这个柔美呢，是含了女性和男性混合之美，对，它是这样的一种特色。这个一般人是读不懂这个感觉。那是一种什么美呢？叫无性之美。它没有一个性别是男人和女人，它是就是没有性别之分，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塑像。对，
那这种柔美呢，结合的什么？下面这尊这个大狮子，就是刚劲、威猛啊，那种能量啊，那种动力，对，前爪子非常锋利，后腿非常的刚健、强势有力。这样应该是两个作品混到一起上，真是我说这个雕刻大师真是很了不起。刚柔相济，真了不起。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哈。大师的杰作。他这个呢，当年在雕塑完之后呢，它是有开光、刷漆、上色、涂金等这样的一个步骤。因为经过1000多年了，它这个颜色都没有了，这局部那些有坑坑洼洼的地方还能看到一点，那个过去的色。对，有看到这个局部有红色、蓝色，你还能看到他眼神里头啊，那个点睛的眼神，点睛，狮子的眼神也还都有。对对对，局部有一点色保留了，有很多色已经剥落了。太好了，感恩师傅给我们介绍，难得一见，真是对。好，那师傅，我们桌上摆的这一尊呐，这个我不认得啊，不知道是哪一尊佛菩萨还是什么，也请师傅介绍一下。而且它是什么材质的也看不太清楚。这个哈，对，在佛造像，无论画像还是雕塑像之中呢，大约分2个类。一个类呢，我们中国人常见的就是中间是菩萨，中间是佛，两边是菩萨。对。但是在有些老佛像之中，是中间是佛，两边是2位男的侍者。就出家人像的侍者。那一位呢是比较年轻英俊的男性侍者，这位叫做阿难，是佛陀的侄子还是外甥？对。那另外一位就是他，这位叫迦叶尊者，也有人把他称为叫大迦叶。迦叶尊者就是凡是佛像旁边有2位男侍者的时候，那么其中一位一定是他，大迦叶尊者。对，你一直，尤其是在南传佛教之中，那个佛造像旁边一定是有2位站立或者是跪着的男侍者，年长者即为大迦叶。对，就是现在眼前这一尊立像啊。对，那这个迦叶尊者呢，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是佛陀，就应该说最如意的大弟子之一，最如意的，大智慧大慈悲，对，他这个出身哈是非常的富贵的家庭，他的出身，就是他的父亲有多么富裕呢？说当时比他的国王还富有，就这样传了几代的大富豪，就超级大富豪，是这样的。可是大迦叶呢，这个人生下来就是喜欢独居，清静，享受孤独，喜欢修行，而且呢还不乐意找女人，他也是个男的嘛，他不乐意找女人，就是没有这么多的欲望，没有那么多的爱情，他就想一个人待着。对，他是这么一个，从天生的个性就是如此。你看这个个性就非常适合于修行，对不对？有修行的善根呢。对，所以他呢，就后来我们长话短说哈，长话短说，他后来就跟着佛陀修行。据传说，他7、8天的时间就获得了很高的那个果位。阿罗汉可能与他以往的和前世的这个修行有关系。我觉得他可能前世也是尊佛，就是我个人看法。那么今世的时候，就这个因缘，就是来辅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的。对，他有这个使命。对，所以来了之后，就像卤水点豆腐是吧？一点立刻变成豆腐了，是一遇到佛之后立刻就成就了，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7、8天就觉悟了。觉悟之后，所以智慧非常的高
所以为什么在2位侍者弟子的时候，其中1位是他呢？所以我就今天我就想，那佛陀对他们有个分工。那阿难呢比较年轻，嘴快、手快、脚更快，对，记忆好，跑腿去买杯咖啡，弄个可乐啊，这之类的，是吧？你就跑个腿叫个人，哎，特别快，就是属于快腿秘书型的啊。那大迦叶尊者呢，就是他的沉着、智慧、稳健、生活的经验，是帮他管理僧团、处理事务，是吧？你并不是什么事都找佛不行啊。说你们家那个钵坏了之后，说那到底要换不换这个事儿，是吧？都是大迦叶帮他处理，或者哪个团队还有派你去哪个国家去传法，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大迦叶帮他安排。因为他已经具足了无眼六神通啊。他还有神通的，神足通、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这个漏尽通。他也达到了若干个7、8个通，就差一点佛眼通，就是已经相当高的境界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帮助佛陀来弘法、处理事情、组织活动、人事安排、传法方向团队组成，都是他一手来安排与策划。所以大家对他其实这个名字陌生的话，但是有一个典故非常熟悉。历史上有名的叫拈花微笑。对谁拈的花呢？佛拈的花，谁微的笑呢？是迦叶微笑。就知道了。那佛对他的这种悟性的认知有多高呢？没人理解得了，他理解得了。就是在这种心灵和精神高度上来说，他至少是佛陀的知音。我们今天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知音，是吧？就他们2个的这种境界还有智慧的配合的时候，就是你只要想到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你要干啥，配合度太高了，所以拈花微笑，就是这样，就像个暗号一样。他2人都能够彼此心心相印、心心相通啊。对，所以像这尊像呢。这尊像就是他的像，所以你看，的额头的皱纹脖子上的这个老化的皱纹就是他。大家猜这个颜色是黑色的，亮乎乎的，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材质呢？是木的，还是石头的？对，还有说石头的，很厉害啊。大家不知道了哈，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时间的原因，我就尽快的讲。这是铸铜的，是铜的，就这个颜色了。是南宋时期的铸铜像。南宋到现在都800多年了吧？对，他的这个身体的后面的袈裟上留下了一个时间和地点的一个印记，一起铸造出来的。我们就能看到了哈，它的年号叫做乾道元年，并且是冠县。冠县和地点最著名的冠县就是四川成都附近有个冠县，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叫都江堰。那个地方的冠县，其实那个地方的道教也很发达，佛和道都发达。所以这是南宋时期的，在冠县铸造的佛像、菩萨像、尊者像当中的，它肯定是一套。这个是两位侍者尊者之一大迦叶。所以后头他铸造的这个印记也都在这里。所以距今现在是855年。那么你在那个照片一旦放大之后，就看到那个衣纹处、折角处里头有金色嘛？是啊。所以过去是刷了金漆的。但是不是鎏金，是刷的金漆。是这样。涂金那叫。对，经过那么漫长的岁月，800多年之后，因为有很多古董它是埋在坟墓或者是倒在因为地震等原因的地下，对不对？对。所以它也长出很多
什么青斑绿袖之类的，这个一直是在人世间传承，叫供奉传承，所以没有一点锈，它没有锈。嗯，比如稍稍有点灰尘，会掸一掸灰尘，拿布擦一擦，他就把上面那个金漆给擦掉了。可是呢，这个越触摸，还有这个空气、阳光等等的这些反应，还有人体触摸的反应，它变成黑色油亮的这种，现在有人把它叫做包浆啊，这一个老物件经过长期氧化和使用而呈现的一种色泽，对，所以855年。我们听到，你看网友写的就叫恭敬顶礼，哎呀，真是代表我们的心情哈。对，真是见到今天你见到了，就可能得到这位大菩萨的加持与护佑了。感恩师父。对，祝大家心想事成，圆满自己的心愿。感恩师父。还有智慧无边呐。收到。对，所以这个大迦叶的故事我就讲这么多哈，简单讲一下哈。对，所以这是汉地的佛像的代表作啊，这是佛像之中的，这个应该不是叫佛像，尊者像，尊者像啊当中代表作。我们真的非常难得，很重，第一次见到它的重量也接近于石头哈。对，因为是铜嘛哈。对，第一次难得的见到这个大迦叶尊者像。感恩师父。那好，那师父，旁边这一尊小一点的佛像，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挺古老的哦。好，来，请过来。对，像这尊像呢，你看这么小哈，大概就是10公分高哈，10公分高。这个底下是有个小台子哈，10公分高，这也是铜铸像，铜铸造的，上面的金色呢是这个有鎏金，这就是西藏式的佛像。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像的常识呢，这个我们汉地的佛菩萨像呢，一般是比较偏中年，比如说类似女士菩萨像的，是以中年贵妇的这个面貌和身材来铸造。对，那佛像呢，也是有点中年感觉，并且都是叫宽袍大袖。就是他的这个衣服很宽大，袖子也很宽大，对，他是以这个中华传统那种贵人穿衣的那个形制来这样规划设计了佛菩萨的那个衣服。你尤其是中国南方雕刻的观世音菩萨像，会比较丰满而莲叶比较方大就是中国面相学之中那种大富大贵、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不是啊？还这个就没有细腰反正这个腰也够圆满的，也是。但是它雕塑的像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想想是这样吗？哈。是。那么藏地的佛像，有很多人不知道藏地佛像和汉地佛像的差异在哪里呢？就藏地佛像，它汉地和藏地都有造佛像的规范。你看在藏地就有造佛像经，其实就是指导造佛像的那个方法。它是以这个少男少女16、18岁之间最美的身材的少男少女的身材和脸型来这个特别定制的那样的身材，所以这样的像藏地这种佛菩萨像的这个身材呢，就是更接近于这个人体的和年轻人的这个身材比例，所以都会有点的腰比较细，男的也细腰，女的也细腰，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对，他当时就是他的那种文化，那种感觉，他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古印度造的那个佛像，那个人体感和性别感更明显。对，它是这样的。对，所以基于这个你这个地方的这种文化与传统习俗也有关系。
所以这个很多佛像就变成叫地方性佛像，甚至是我们在看惯了之后，哪个地区的那个佛像，就看那个脸和身材的感觉就知道出产地是哪里，还有那个年代，它是有那个产地和年代特征的。对，现在我手里头拿的这一尊佛像，其实它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种，就是腰很细对，身材很年轻的感觉。对。但是呢，这种斑驳的感觉呢，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这尊佛像距现在已经也500多年了，它是15世纪的500多年到600年。对。大家看这个脸像中国人或者西藏人吗？不像中国人，他五官都比较凸显。好，那我来就给大家说吧这个上的斑驳的感觉就是经过时空的磨损这个西藏人呢，他这个是游牧生活，很多藏人是在不同的季节，他要追着水草，追着水和草去牧羊，他要放牧呀，就很像那个养蜂的那个人家，养蜂的人家追着花走，对不对？养蜂要追着花走，那牧民要追着这个水草走，对，所以他要住几个月，他就得搬迁。所以他们的房子呢，牧民的房子就是那个帐篷，所以牧民是最会搭帐篷的。他那个牛毛编的线，再把它织成那个帐篷的布，他们这个帐篷，把这个帐篷织得完美，就得花1个小时。你没织过帐篷，1天都弄不好，对，很麻烦。他们织惯了，所以把它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打包拿着走。他为什么有唐卡呢？唐卡画那个画是布织的，对，我要想走的时候把它卷起来装那个桶里头，在身上一绑一背就走。那这个铜菩萨像呢又不容易坏，是吧？把它放一个软棉套里头去，是吧？在包里一放，背着就走。就是为了这个方便是。那所以越是方便走的话，这个佛像越小，就是带着走的几率就越高，对不对？方便嘛。如果50公斤，你能背着走吗？对，只能就不方便，只能马驮着走了，对吧？还是你到我庙里来拜拜算了。是啊。那这小佛像呢，就可以随身，拿个这佛像的套往里一装，背着就走了。拿个唐卡一抖搂挂在那儿了，这个在那一放，就是这样。对，佛像虽小，但是佛大呀。对呀。像这一尊就是阿处佛。阿处佛。阿处佛就在密宗之中的南方佛。对。所以呢，这个我是记错了，南方还是东方可能是东方东方。那么这尊佛的世界叫做妙喜世界。妙喜世界就是很开心、很高兴，是吧？你只能这么理解了。对，我从字面意思。其实和极乐世界也差不多一个意思。是的。对。所以他的智慧叫做大圆净智。大圆净智。这个有听师傅讲过，但是不懂。大圆净智，就是阿处佛的智慧。阿处佛的这个佛像造型的这个样子呢，在西藏之中，其实到南传佛教也是这样子，就是他在一个是叫做盘坐，盘腿坐，他的左手呢手心向上，放在腿中间，放在脚上头，他的右手呢手心向下，手背冲外，手的手指一定要摸到那个地板，这个叫做触地降魔印，那么这样的佛像通常是释迦牟尼佛。对呀。但是同样也是这个样子，在他的莲座前面放了有一个金刚杵横在那里，就是阿处佛的表示。又长知识了，我们又知道了。给网友们放大那个金刚杵那个位置对，那个莲台上头有一个金刚杵，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对，他就变了名字了，是不同的佛，阿处佛。看了吗？他的正前方的莲台上头，对，有个金刚杵。如果没有金刚杵，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在南传佛教释迦佛也是这个手印。对，
所以佛和佛的差别主要是在这个手势上头，也叫手印的差别啊。好，这是阿处佛，所以他这就是蹭掉了很多的鎏金啊。因为但是呢迁徙嘛，游牧我们的把脸放大之后，才发现里头的铸造的铜是红色的。红铜这个红铜就是尼泊尔人的铜，哦，这是尼出产泊尔人的铸造的这个阿处佛，所以他的五官像尼泊尔和印度的那样的面孔，就更立体，比中国就是哪个国家的佛，就是哪个国家的人的脸，是大概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东方世界的，也跟我们对法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哎，你可以这么理解，这就是另一尊药师佛，哎，感恩师父，今天让我们见到阿处佛，这理解了吗？哈，对，这对阿处佛也是我们一伙儿的啊，对了，啊，感恩师父，能所以护佑大家哈。对，所以我们那个金刚杵，你看多好，对，就是法器，对，就是感恩师父无往而不利啊，破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有对。师父的那个身边更大的那一尊闪闪发光的那个金佛，哦，嗯，哦，这网友的眼睛已经被吸引住了。哎呀，好沉呐！哦，好沉了，我可不是装的，真的很沉了啊！你看看它有多精美啊！这尊佛像是遍体鎏金啊，就是可以称为金佛了，就是遍体鎏金。对呀，都亮了，并且很圆满，还没蹭掉啊，因为太沉不方便来回走。这就不是游牧民族去供奉对的，对，不能到处请他走啊。并且很沉，这里头有圆装藏，就圆装藏，它这个里头呢，装藏，对，就从开始敬拜这个时候呢，之前的时候都会请那些大师傅或者活佛喇嘛在里面装宝物。装藏就好像一个人有了躯体吧，他有那个灵魂哦，这里头有佛，这个佛经啊，宝石啊，珍珠呀，舍就利代表着他的各种的吉祥、智慧、法力和加持力的那些东西，甚至还有舍利。像这么精美的佛像，都有舍利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哈。对，那这样的话，他把前修行人的烧出来的舍利也供养进去，就使得这尊佛像就更灵验。对，它这个上头这么精美，还镶了这么多的宝石。对啊，这个红蓝色宝石，哎，这个使得它就是又庄严又美，啊，就是令人一看就是心生那个欢喜和恭敬之心了哈。对，这尊像啊。这尊像看着遍体鎏金，所以在那个电视前看的时候就以为是新的哈。对呀，不是吗？其实不是。哦，距今大约300年左右。300年了，还是这样的。这尊像，这尊像当时铸造的，我不敢说是皇家铸造，但是也是铸造佛像之中最金贵的佛像。他用的铸造的这个铜是非常精致的、多次提炼的那样的精铜，就是很纯洁的铜。它几乎就不生锈，很纯，密度又高。对，而且呢，那个铜也贵啊。在明代那个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个铜啊贵到了就是1两黄金1斤铜的那个程度，所以那个铜就很贵。所以这是精炼的铜来铸造的这个佛像，所以这个铸造者本身也供养人本身是巨富才可以做得起，并且还镶了这么多的宝石。虽然在佛像不大，那个宝石也很小，但是它的级别就高了。对，所以这个供养人应该都是皇家级的，都是很富贵。对，就得到皇家级这个的供奉哈。发心人的供奉流传至今。大家肯定会还有问题，说这是哪尊佛是吧？对呀，网友有问呐。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阿处佛啊那个特征，这是藏传式的佛像。大家看这个身体也是哈，青年
青年俊男的这个身体啊，那个腰身感啊，挺拔有力啊，端庄秀美啊，对，还带着五佛冠，也叫五叶佛冠。五叶佛冠，对，凡是佛像当中有带这个几个叶的那个冠的，就是可接受供养的。就没有这个冠的，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觉悟；有这个冠的，就是具足啊，具足了。对对，具足圆满智慧功德，可以接受大众的供养。对，那像这尊佛本身就是叫长寿佛。长寿佛，但是呢，长寿佛通常呢，他这个两手盘坐的时候呢，上头有一个宝瓶。宝瓶啊，我们简称叫长寿宝瓶。因为是铸造的原因呢，这个长寿宝瓶是另铸造的，另铸造镶上去。因为历史的原因，现在找不到了。哦，300年了，我也没给他找这个小宝瓶配上去。对，所以就现在手里是空的啊。但是这是长寿佛。长寿佛，长寿宝瓶。那我们近代最有名的皇帝呢，乾隆皇帝，啊，他是就是孝顺。对呀，他是国王啊，是皇帝呀。他要带头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呀。对，所以在每年他的母亲过生日之前，他自己都要花钱啊，去铸造各种各样的佛像，各种各样的，其中铸造最多的是长寿佛，为母亲祝寿。对，因为在汉地里头没有长寿佛这个说法，对，只有在藏传佛教里头才有长寿佛的说法，所以他就铸造这个铜的这个长寿佛就很多，去送到各个寺庙和喇嘛那里去供奉，来祈祷自己的父母亲啊能够健康长寿、颐养天年。是，对，对，也有很多这个王公大臣呢，会知道他那么孝顺呢，也会花钱在自己的地方为皇帝铸造长寿佛，来贡献给他。对。听说乾隆的母亲确实也很长寿，80多岁。80多岁，在古代的话是非常长寿的，太难得了。对，太难得了。他很孝顺的，他每天都要给母亲去问安，都要，一早一晚，这是不容易，不容易，这么多年。一个国君那么繁忙哈，对啊，无论今天你的心情是否愉快，是否疲劳，都要去给母亲去问安，是不是？经常还会他的问安还经常下跪。的一国之尊是啊，那真是不容易哈，是非常孝顺。对，我们要学习这种孝顺的这种家风，这种精神。对，就是以我的已有的知识来说呢，这样的这种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是大约康熙时期的。康熙时期就300多年了，距今。康熙时期的，比乾隆还要早哦。康熙时期的造像。因为。就像我在研究古代这个文化呢，就是它的龙，比如说我们这个皇家常用的龙，像那种非常厉害的大皇帝，那个时期很奇怪，就像天意一样，他什么盘子上、瓶子上画那些龙哈，其实皇帝并没管。遇上大厉害皇帝，那个时候那民间艺人画那个龙就是非常的厉害。就神情，龙有神情的。对，你到了清朝末年，到了光绪那个时期，那龙哈，总感觉那是衰弱的，忧郁症的，犯迷糊，忧郁啊，两眼无神。哎呦，真是国运哈。对，他就是说这个那个就是呈现一个国运。那在佛像上的一个是整个精气神，佛像上头还有一个莲台的特征。你们离得近的看哈。看这个莲台有没有力量的感觉？有，而不是柔软的感觉。它那个莲瓣看着就是很有张力啊，哈！它那个莲瓣呢，这说实在话都不像莲瓣，像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能量体。对，都很厚重，有能量。锋利。对对对。啊，隆起，圆满，张力往外扩张的一个能量感。就是我把它稍稍转一下你这种力量感你照得更清楚。你看，
它每个莲瓣上的凸起的这个部分是很有力量的，就我在眼前看的就很清楚。所以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代表着那个时候的那个主持人的能量的感觉。对，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尊这个佛造像。非常好。这一尊是在慈悲音上其实一直都有。对，这个是我觉得长寿佛跟我们这个法门也是很有渊源的。我们这个药师佛本来是消灾延寿，药师佛是同样的这种祝福的概念在里面。刚才前头那一刹那，对，我看到这个佛像自己往左侧转了一下，自己转了一下下，刚才灵动啊。对，灵动。对，像你供奉这些宝物，这个佛像它会护着你。当有任何的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帮你消灾，第二个提前预警。信不信由你哈。这个东西，这个尤其是本身就是佛菩萨像，供奉多年之后哈，它的灵性是巨大的。对，你只有信的人，经过多年的印证，你才知道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我也有能感受到这个长寿佛的这种能量感，对，身体都有微微的这种颤动。对，我也有。对，这个能量。对，这个前额这里胀胀的。手指间都会有感觉的。对，所以大家对这个佛像呢，就是有这样一点认识。来，感恩师父，请回去。感恩师父。我们的网友呢还看到啊，今天这个直播的场面哈，有看到刚就摆放这一些佛像啊，还有这个宝瓶啊等等这些器物的这个柜子展示柜都非常的精美。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禅意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概念，确实是非常精美，而且还古老，这些木头也都非常的好，纹路哈都是很难得的啊。这个做工都很精美，今天可能都没有时间仔细的介绍，但是在我们的慈悲音网站上哈，有更精美的图片，大家可以去看。这些老家具都是我亲手收来的，都是精美到相当的程度，我才会去收它。真是相当的精美。对，每一件内外的精美，每一片木板的选料、用材、花纹的走向，到装饰物，全部是就是第一流的考究。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哈，那个给一下，还有一个屏风，是一个树瘤做的一个大屏风。对，今天看直播的一个网友就是非常的有缘分哈，已经把那个屏风请走了。这样的。对。是吗？对，非常有缘分的。有图片吗？有图片的。非常的好。哇。你看看多美，你看多美。还有那个网友有问说，刚才师父有盖印章的这一些葫芦瓶多少钱？这个价钱没有涨，就是在慈悲音上一样，对，什么价就什么价啊。对，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那个瓶子原定价是现在定价的2倍以上，没错。现在定价要乘2还是乘3来着？是那样的。就是我给降下来。是降下来的。就是说，我们宁可不赚钱，我们同修网友朋友喜欢，对你有利就是好，好吧？对。其实它跟那个济弘宝瓶啊，我们都知道济弘宝瓶，它都是一个量级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师父把这个葫芦瓶就对，刚才你问的这些老家具都是我收来的，非常的精致精美的东西哈。就是因为喜欢或比较认得这些东西那它是很宝贵的，很宝贵的啊。所以这个里头不存在于推销的任何意思，我们也不想早点把它给结缘卖出去，因为它是老的，买掉一件就少了一件，没错，就没有。是，所以就是其实我也希望自己存的，但是如果你是菩提同修的话，你要真喜欢，我也可以跟你结缘啊。但是如果觉得不是那么喜欢，你最好也不要来结这个缘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少。对，因为家具呢，老家具平常不喜欢的人在家里又占地方，就会扔掉，是吧？
要喜欢的你又买不到。今天的家具买了全是假家伙，全是那个甲醛和毒药熏着你，等熏的也差不多了，家具也坏了。这些东西你自己坏了，你都舍不得把它弄坏了，因为它做的太精美了，是，而且都是用的一流的好木头，对，又是一流的好匠人做的，是真的难得。好，还有什么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网友还有很多问题，因为前一段那个师傅也推出了那么精美的古老的天珠啊，有药师珠啊、虎牙珠啊，还有那个琉璃级的老药师这种珠哈。我们网友有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这些老天珠他请到了之后怎么保养比较合适？比如说洗澡啊，还是洗手之前的话。是不是要摘下来？这个我介绍一下哈，我介绍一下这个，我现在这个是碗里头木碗里头放的呢，就是都是在慈悲音网上的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就是只有一件，对，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只此一件的东西哈。对，其实你就是收到它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很好的缘分才能收到。带这个塑料套你看不见哈，这里头都是透明的，可以展示出来，都是透明的，就像那个皮洞似的，都是非常的，对，就像琥珀一样，像玛瑙一样的，都是非常的精美啊，非常的精美，对，像琉璃一样，就是那样子的，这些都是很老的，独此一件，每一件它都不一样的哈，对，这个我也不推荐大家去请。因为我们里头有很多就是那个半新不旧的那些，都是当新的在给大家迎请，其实效果可能也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你不用花那个多的钱去请这些东西，因为它这是一个经过多年的使用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一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建议去请啊。这些呢，你要除非你对佛珠非常有喜欢有爱好，这样才可以，那你在那个就值得请，因为已经有人带着它念佛几百年了，所以你今天带上它你就沾佛光就是。那这个东西它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不开车也会坐车吧，你总要使用交通工具，对不对？是。就是你出一次车祸，那是多少钱可以换回来？还有你的自己的价值值多少钱？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所以，那老在哪里呢？念佛加持力多了，这样你平平安安，咱不要说你带上去发财，不要这么想，你带上它平安，那就是福，那就是赚了钱了。就像前面我讲这个创业、投资等问题，我那么阻劝大家不要轻易投资的原因说，你不投资你不就有这个钱吗？你不就省下钱来了？你投了资如果收不回来的话，你不变成穷人了吗？这我不就为你省钱了吗？这个你带上一个有加持力的这样一个法器，它又轻，你绑在脖子上、戴在手上、装在口袋里都可以，它又不占地方，所以你吉祥。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大家看到了哈。但是还有人他会对老珠子或者是老天珠还是有相当认识的。今天我给大家再介绍一点点传说中的东西。哇，这个呢是一串老沉香珠配着3颗小的老天珠。小的老天珠，这个呢，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位置这一颗呢，一面是个圆圈，一面是个方块，这叫天地天珠，叫天地珠，这里头3颗都是老的。这一颗呢，第2个大的呢，是叫两眼天珠，2个都是圆眼睛，两眼天珠。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像玉米粒这么大的这一颗呢，就是虎牙天珠。那么这里头每一颗都是500年以上。那么这里头有一颗里头大概有超过
有超过30颗红色的朱砂在里面出现。这个朱砂就是修行者修行密法的时候，密法的咒语起到的作用。是这个石头本身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它最后在里面经过这个加持修法生出来的。信不信由你。带上它这一串珠子，我就会觉得就像买了一种看不到钱的保险一样，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不卖，只是给大家看。我们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那所以有我们的网友就问说，那我这个木头珠我一洗它掉色了，还有我的石头珠子我洗了澡之后它颜色变淡了，我也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哈。你看这个里头这个叫什么沉香，这个沉香珠带着它也可能有出汗呐等等这个现象，但是现在闻这个香味还是很香。是。它会流失颜色，流失香味，但是它的该有的那个效果还有，所以也不用怕。也因此我提醒大家哈，无论带任何宝石的珠子，你在洗头、洗澡、洗碗、洗东西的时候，先把它摘下来，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放在那儿，好吧？那所以这个老天珠也好，新天珠也好，怎么保养呢？如果你不戴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最简单的哈，就抹一点擦手油，油脂的凡士林或者是婴儿油，把它装到一个小塑料袋里头，是指这个天珠成分的这个东西。但是一般你戴一段时间之后呢，像我们的天珠，它会自动冒出一层油来。你一摸像抹了油一样。对。可是你没有抹油，那就是好的材质做的。像我们的天珠都有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的新的都有这个效果，老的更别说了。像这个天珠，你再摸一摸，油乎乎的。来，丫头来摸一摸，你看看多油。这个你是知道的，来，就让大觉真也摸一摸去。对我现在佩戴的这颗也是我们慈悲音的这个老天珠，你摸油不油啊？对，这个太滑了。对，哇，这个天天戴。只有到了我手上，我没天天戴，这个戴了500年，它能不滑吗？它是那种润又很细腻。对，这里头这3颗天珠里头有一颗，有里头超过30多颗的朱砂出现。刚才我看的时候还多，真是叫变身朱砂。哎，我们没有拍个照吧？那个拍了照，那朱砂也没拍着是吧？没来得及呀。我们时间太紧促了哈，太紧促了。哎，小姐，你放错照片了。张冠不要李戴哈，师傅，那个咱们网友特别有悟性哈，就是师傅前面在给这个直播里边的讲课的过程之中说，我们通过修行一段时间哈，可能身体的哪些部位就会长这个朱砂印的，手上啊哈哪里，哎，说是不是这个天珠也是这样，通过了修行长出了朱砂，这个是通过修行人，这个珠子自己不会修行。是使用的这个修行人的修行很好，不但自己有这个朱砂质出现，并且这个朱砂质长在这个天珠里头去，这才叫本事。哇，真是这样的天珠里头有1颗朱砂，我觉得都是真的是叫大吉祥如意。这个3颗里头有1颗有30多颗朱砂，我数了。哎。那已经这真的花钱买不到了，太多了。对，其实我们那个慈悲音的，就师傅给我们介绍的这些老天珠也有朱砂，对，看你碰运气吧。北美店的那个反映回来的就是嘛，对，看到那个虎牙天珠里边就是有朱砂印的对，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对。好，那我呢？这些是。不给人结缘了哈，因为太难得了，太难得了，找不着。我给了你就再也没有了，就是。介绍第2颗哈，我们都来不及拍照片。这一颗也是个老的哈。我说的老，我只要说老的这一种呢，就是至少超过350年以上，到500年左右。这颗我拿到手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现在手上什么感觉吗？能量，像通电一样。嗯。哎，物资还比较实在一点，你自己拿试试看，好吧？来，给物资师姐来。嗯。就拿着它两头，像拿电池一样那样子。嗯。你看有没有那个感觉？反正我拿着是通电的感觉。就这样，你轻轻捏着点。这也许每个人不一样哈。这个叫哦，肉会跳哈，谁的肉哈？你的肉哈会跳，那就是一种电流的感觉，对吧？来，法语拿一拿。这个上的图案是很少见到的一个天珠，叫日月天珠。日月天珠，我给它起的另外一名字叫天眼天珠。天眼天珠。天眼天珠。这个是没有很少见到这个图案。哦。你头麻了哈，好，我拿的是我的手麻，就像拿着一个很强能量电池一样那种感觉。通电的感觉。那是那个天珠，但是那个天珠它周身都是黑色的哈，不透明的黑，所以里头就是有朱砂我们也看不见，它是不透明的那个天珠，很黑，但是又很老，所以但是全身哈，当我把它放大之后，全身全是皱纹。你有没有放大一点的照片哈？它那个皱纹，那个里头那个小花纹呢，把它放大一点的朋友，那珠子小，那个纹很细的呀。对，再放大。我们网友的话就得拿那个放大镜看自己请到的。再放大。大家看哈，你看上头有多少皱纹，还要看看那些皱纹的形状哈。我告诉大家，我介绍完天珠之后，大家开始就上当了。你开始找这样的纹路的天珠，一买就死，一买就假。因为做假的，他在研究这个东西，他用当今的高科技来仿里头真天珠的这个纹，甚至还有仿所谓朱砂的，都会在骗人啊！千万小心，因为它的真假里头就差了一丁点儿，就差了一丁点儿，那一丁点就决定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这样的哈，千万小心。但是我这里展示的，你想买我都不给，就是因为也太难找了，太难找，只是没有。今天一拿好几个出来，全都是假的。今天我们有缘一见，拿回来非常非常幸运了。不给我放。拿在手上多拿一会儿也是幸福啊。你擦一擦，擦一擦，静一静它。这个估计你这个花纹都没拍到，因为它是个圆的，对，天眼天珠也叫日月天珠，天眼很少见到，但是周身都是黑的，大家看那个圆的，靠左侧的那两道嘛哈，它的到两头是堵住的，就像一个月牙，底下是个月牙，上面是一个圆圈日月。对，日月铜辉，对，你看上头那个花纹有多少，多老。我真实的断代是在500年以上。好，这个有照相吗？有哈。好，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传说中的天珠，传说中的天珠，已经都不成样子了，都不像个珠子了，因为它给砸掉了好几小块都。请打开你照的照片，因为你这样你看不到什么。放大之后呢，大家看里头那种暗暗的小红点，它到底有多少颗呢？没人数得清。整个这个珠子周身都是，而且真正的这个朱砂它是长在里头的。它是长在里头的，那这个珠子的手感和你的视觉效果又像骨头，对，这个是超过1000年的周身朱砂的难得一见的老天珠，
就是你有钱也没地方买。这个从图片上看得到朱砂。图片上看得到哈，因为它满身都是。对对，红色的点点嘛。哦、对。师傅说，刚才还有说怎么说，砸掉了好几块儿，怎么回事嘞？在西藏呢，这个西藏当中，他看病就是看藏医嘛。藏医呢，就是本地土医和印度、尼泊尔还有中国中医综合的一种医学。但是他们因为西藏是全民信佛，全民95%的人信佛，是这样的。那么，所以他们在很多藏医就认为呢，修行人戴的这个天珠，它是有医疗效果。比如说安神、镇静，那种治那种血液病，还有什么病我就说不清了。尤其是与这种邪恶、邪气的那种相关的那样的疾病，它有效果。但是人家谁一颗最贵重的天珠给你呢？他会找到真的不知道要花了多少钱，找到佩戴这个天珠的人，而且这个人还要特别吉祥。那个藏医拿个小锉下来一点，当药。所以对，就配药进去。所以这里所错过的地方加起来，应该至少有几十次、上百次了。所以他把它错的吧，不伦不类、不圆不方，这个珠子。就是很多地方都磨损了，就他也救了很多人呐，救了很多人。对，但是因为佩戴者修行的特别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历代传承大师戴过的珠子，对，历代都在修，所以它是周身内外全是朱砂。周身朱砂，哇！我相信比你们在网上听说到的那个天珠还要稀有。太感恩。那最多有很多就是一个名人佩戴过，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效果的，很少有。真是大开眼界。那这个好处，佩戴者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自己不去乱做事儿哈，戴上它就是护佑、吉祥、平安、镇静、智慧，反正一切像佛的那种智慧中的一切好，就会在你生命中呈现。那么原则是你自己不要胡来胡搞，对不对？你说戴上珠子，我就躺在马路中间看能不能压死我。你这样的话，那自己找死，佛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就是说你正常好好做人，一定是如意吉祥。关键是很多人想好好做人，做不了啊，横事还会发生，是这么回事。对，所以我们带的这些宝物护佑我们，是他这个吉祥。但你自己找死，你带什么都没有用。所以呢，戴这不珍贵的这些珠子的时候呢，你在干那些粗活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建筑工地，你这个珠子呢挂在外面很长，总是碰那些石头板碰砖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容易碰坏了。对呀，碰断了所以那个什么东西断了也觉得也不太好啊，心痛啊。对，心痛啊，还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不太吉祥啊，让你胡思乱想。所以你也分。真要贵重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要把它藏起来，这脖子那个你塞在里头，脖领子里头去，对吧？戴在手腕上的之后装到口袋里头，而且这样先把它藏起来，保护起来。就是也有人不是问过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慈宾请的我们那个有色的那些宝石珠子，是吧？对，也偏蓝的、偏绿的呀，对，是吧？对，月光宝石啊，等等的海蓝宝啊，这些珠子。那它会不会适当的掉色呢？我告诉大家基本的科学知识哈。如果我们洗碗、洗澡、洗衣服做饭，也带着这些珠子，尤其戴在手腕上的时候，是最容易掉色的。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知道宝石是这个地球上已知最硬的东西，对不对？不是钻石。钻石是最结实的吧？对，最硬的它就不会被磨损吗？如果你买过钻石之后再想卖回给
原来的钻石店，你才会有这个经验。如果你没有卖过，你也没这个经验。不管多硬，只要戴过1年，上面就伤痕无数。它已经有伤痕了。你找那个原来卖宝石了老板，你去问，原来10万块钱买的，你现在5万块钱都卖不了。除了人家要得利润之外，它上头已经磨损了。对。如果他还想卖，再卖就是旧的，已经有磨损了，那个价值10万块钱的，现在最多卖2万块钱，就已经算很幸运了。要么比较大的钻石呢，这个宝石商还要找那个专门磨宝石的那些师傅来再把它进行磨修整。10克拉的钻石戴上几年之后，在打磨完变成精美的时候，只剩下8克拉。它本身已经折损了。对，所以就是这么结实的钻石，它都会被磨损。请问什么的颜色不掉色呢？都会。咱们菩提做的这个衣服，你觉得你是知道的，都是用的差不多世界上最好的棉纱和最好的染料，最好的染料，它几乎不掉色。是，但事实上也掉色。我们的那个不掉色是指在一次洗的时候，你的水没有变红，没有变绿，就算很好，对不对？但是洗涤剂本身既是要把油污洗掉，但洗涤剂不知道它是油污还是颜色呀。你就是通过手搓，我啥都不放，我的手搓，一样把它洗得没有色了。只要洗够那么多时间，它就没色。也就是说，尤其是洗涤剂，无论你戴的是木头珠，还是玉石的，还是其他宝石的，任何有色的这个石头珠，它多少都会去掉一点色，尤其是洗涤剂。洗涤剂当中有一个最厉害掉色的漂白粉，漂白剂，对吧？对。你尤其是说白衣服上滴了个蓝墨水，你想把它洗掉，就用漂白剂，对不对？对。那你用漂白剂洗咱的珠子看，就白了。洗完了，等擦干了，一看和刚才那个课就不一样了。是啊。对。它任何东西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一直都在变化之中。大家记住这个概念哈。不是我们那个质量不好，它天然的成分就是如此。尤其是你戴我们的紫檀珠，还有那个，像沉香，还有黄花梨这些珠子，你在洗任何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摘掉。对。有的人说图吉祥又懒，尤其戴在脖子上，我懒得摘，洗澡都冲它，就是钻石都会弄坏了哈。千万记住要保养。好。所以任何的你的首饰，带有宝石的。或者就是金的，我的经验是，你不用了之后，你说我要存放几天，对不对？有很多人有几个首饰换着戴，没关系，这是个好事，你变得美啊。但是你最好一定要用湿布湿巾，先把它清洁擦干净，再用干布或干纸把它擦干净，要仔细一点哈。擦干净之后，最好放在一个首饰绒的首饰盒里头放好它，要么装在一个厚的塑料袋里头。而且这个塑料袋再不要装别的东西，就避免摩擦，你才能多戴一些年，包括颜色和它的完美度才能保持更久一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对。只是我们平时有的人比较豪爽粗鲁惯了，就像在建筑工地干活一样，没有一个细致的部分，所以戴任何的珠宝都容易损坏，所以你越细心一点，这个珠宝才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掉色啊。能掉色是正常的，那你要学会保护它，千万记住哈，千万记住，这点我就嘱咐到了哈。好，感恩师父。但是老的天珠通常不需要抹油，像我的天珠，我就会拿一个塑料袋，就是能自动封口的塑料袋，我把它装进去，塑料袋把它封好，因为我那个抽屉里不放别的硬东西。如果说可能不保险，我套2层塑料袋足够了。我要看到它里头是天珠呀，你在找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找，啊，就是我放东西是这样子的，放2、3层厚的塑料袋已经足够了，可以保护它。我是不给这个珠子抹油的。但是你戴过了之后一定要擦干净，因为它有
汗渍和污垢你要不清洁的话，它会弄脏的。好，这个大概的保养就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天珠就佩戴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有一点点变颜色，就是它颜色会由浅到深由深到浅，或者纹路有点变化，这个也是正常的，是吧？网友也有。你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叫做天珠之王吧，这个天珠它的原来的色不是这么浅的。它经过1000年的佩戴之后，它虽然不像衣服变色那么快，它也在变淡的。而且原来的那个部分有些变成透明质，有些变成玉质，它的质量在你肉眼看的时候，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看不了1000年对不对？但是新的时候没有这个样子的。它新的时候是完美完整的。它经过那么多年之后，它的颜色一定会发生变化。好，因为这些变化，我们才能断定它是老的和不老的嘛。是。对，好，所有都会变。网友还有个问题，就是特别喜欢那个药师珠，黑色的，中间一个白纹的大家好喜欢。他有问说，这个药师珠和我们的药师佛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呢？它为什么叫这个药师珠啊？这个药师珠我先解释其实我们在网上放的我这些珠子，都可以称为都是宝珠类。但是如果仅仅用天珠这个词会局限住了，因为天珠有的时候大家说对这个纹路才断定叫天珠，我们只有叫宝珠就好了。你可能念得很好，你从来没戴过一颗天珠，因为天珠流行的最广的地区是在西藏。那如果那很多年前你也在台湾的，根本没去过西藏，也没来过喇嘛，你根本不知道天珠是那个样子，对吧？是。对。所以他经过这个修行和祝福，这个珠子同样是灵性的宝珠。好，那我们说回药师珠这个概念，我看这里有没有药师珠啊？有，有啊，就是我所说你们所认为的那个网上能找到的那个药师珠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小黑球，中间一道白线。对，这就是大家一般公认的药师珠。这个和药师佛有关系吗？有。这个是大家对佛教研究的深度如何来决定的。我请到一尊药师佛，是汉地的。后来我在网上又看到了人家拍卖了另外一尊药师佛，是藏地的。这2尊佛都是有一个同样的动作，就是在他右手中都拿了一种植物的果实，有点像橄榄，那个东西都有名字。中国人把它熟悉它就简称叫药壳子，请把那个名字打出来吧。大家说药壳子是啥？那个字怎么写？医药的药，科是那个。是言字边一个可以的可，言字边一个可。它有个名，就是印度文翻译过来的。印度文当中叫赫利科，叫什么东西？一个印度语的一个名称。这是一种植物中的果实，是在佛陀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也叫壳子，我就把它叫壳子，它的发音叫呵。药盒子，药壳子，它的印度语我忘记了，你查就是有了在佛陀时代，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电的这种播音设备，对不对？他不要说对10万人去讲法了，咱们对200人来说话，后头人就听不清。对，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啊，没有喇叭，对，连纸喇叭都没有，对吧？大家成天去，第一个就是问话，我有烦恼有疑问，问佛，佛总是要说个不停吧，就像个超级咨询师，对吧？什么百姓国王都来问，谁他都惹不起，都得去帮他们，都要讲，这是第一个，费嗓子。那么第二个，为大众说法，来了一群人，我们听佛来给我们开示，我们烦恼很多，没有喇叭。他用嗓子，这为什么叫狮子吼啊？
那个声音很宏大，尽量的把声音变大，大家才听到，知道吗？你们自己试试，你弄300人，你正常我这个声音，后面人根本听不见。对，不容易。像50、60个人才可能听得见，后面听不见了。他要大声讲。所以，在佛陀当时是一个人体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嗓子废得很厉害。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人推荐了这个药盒子之后，佛陀就使用这个果实含到嘴里，或者他的某种使用方法，使他的咽喉清凉滋润。这个哑一点的嗓子就变得舒服很多。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药，并且我呢，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我还到了网上，在英文网站里头，通过印度买了2大包回来。说如果好，我就推荐我们同修去使用。这是已经在5、6年前的事情了，连那个果实的样子都买了。那个它这个外头那个壳就像一个核桃长成长尖形的样子。就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古代的那个佛像之中，很少是见到了佛的右手之中拿着这个药盒子，那个样子，那个药果对，平时我们见到的都是拿的是那个药草。一般在藏传佛像之中的药师佛手里头拿那个花，就是这棵药树的那个一个花枝。那么更有古代的佛像之中，就拿了一个，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长形大核桃那样的那个东西的话，就是这个药，叫药壳子。这个树在广州的某个寺院都有，因为印度僧人当时登陆，通过海上过来，就是在广州登陆中国，所以最早的把这棵树种子种到中国的，也是印度僧人，就在广东种的多。在中国很多地方它和印度的不太一样，也有类似的植物，我就专做了这个研究，因为《金光明什么经》当中就有这个记载所以我就找希望给大家推荐一部好药，所以我经过实验之后就没敢推。大家看到图片了吗？就这个样子。我们我请的那个佛像手里拿的那个样子，大约就是这样。师父，现在我们慈悲音上有一种天珠的唐巴棱这种菱形有点像橄榄核这样子，就很像这个耶。没错。所以在大唐代时期那个印度僧人其中有拿的这个药来，拿到中原来，拿到中原，拿到中国来，拿到中国来之后，大家纪念这个东西呢，就有很多人把这个宝石和类似的宝石，把它磨成这个药盒子，这个佛所推荐这个药的样子，来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让自己健康，让自己健康，让自己这个胸部、炎症、肺部、气管都能好，还有能获得佛陀的这个表达力和智慧，对，所以就是磨出这个样子，所以俗称唐巴棱，就是这样，它是有这个关系的。对。那所以这个药师珠这个样呢，是缩小的药盒子、小药丸就这个变小了，其实从那个来的。从那个地方来的，反而唐巴棱那个更具象，没错了。对了，对，所以这个圆形的这个珠子呢，最早的制作的时候，最正宗制作的时候，是用这个药盒子和至少32味药把它煮出来的，煮成这个样子，再做成药丸儿。不是，就把这个宝珠煮了之后变成黑珠，实际上用煮宝珠是用药煮出来的。煮出来的功能，第一个叫做镇静、辟邪、安神，助睡眠，挡邪气，这个顺利的能够行住坐卧、睡眠，安全、平安、吉祥，还有不生癌症，这就是他当年这还用这个药煮这个石头、这个珠子的最早的这个启蒙点就在这里。但是这个白线到底怎么留下来的，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最早他们在取这个宝石的时候，可能这个宝石的中间这条线
怎么染也染不上色，就是这样，他就取了这个样。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秘密，如果这个珠子横过来这样拿，穿孔的这一面对着你的时候，它后头这个圈是白的，前面不就是眼珠吗？对，这有附会于天珠本身用邪恶之眼去驱走一切邪魔的这个道理啊，就又符合于天珠本有的那个寓意。白眼人儿，白眼人儿，黑眼珠，就像个眼睛，这就是眼珠子啊。横过来看呢，叫通天达地，一切畅通无阻。哦，这一个白圈儿，也可以说叫智慧畅通无阻。智慧畅通无阻。什么是佛呢？中国的佛就是个药师珠。通天达地。单立人是指人，是吧？对。那个拐了弯的那个字之后，两条线就是通天达地，和药师珠中间这条线不一个道理吗？哇，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牵强附会，这就是我的理解。所以，药师珠的名字这么来的，这是个灵丹妙药的药丸。太感恩师父了，怪不得我们都特别喜欢药师珠。到后来的今天新做的，没有他都不懂得用什么药来煮，所以就是反正做成黑的就行。在古代密宗之中做的这个时候是用药煮出来的。哦。今天的僧人都不懂，没有办法。感恩师父。所以这个老的这个珠子，因此就比较受欢迎，说大家有的人还是识货的，这样。太好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些珠子就是有限，这几个每一颗一旦有人请走，就不会重复第二颗，因为我拿东西，什么样就是什么，新的就是新的，就是旧的就是旧的，没必要去撒那个谎。跟你结缘的东西也对你有好处，你要不请，反正你身上就少了一个宝物而已，其实也没有啥。很难得呀，很难得。这个前代的这些祖先有缘人哈，他佩戴那么久，他的那个用过之后，长久用过那个宝珠的那个美感呢，真是超出你想象的呀。你看多美，通透。你这个远就看不清哈，就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你有个手电一照的时候，它就美得不得了，算了，不照了。因为我每一颗这些宝珠都不额外的做效果，放在那里的，每一颗老珠子，你一回家对着光一照，或用手电一照，你自己就觉得好感叹，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些宝珠的好处是方便携带，非常的方便携带啊，又有这么多吉祥的寓意啊，所以大家都不是做盲目的信仰，都是为了健康、长寿、平安、消灾避难。对，你看最早的那个天珠那个寓意，都是晚上怕黑，总觉得有邪气在盯着它，或者让它犯邪病，对不对？都是通过这儿开始要想方设法怎么对治这个问题。当然一般天珠你戴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毕竟是大家的一种期望，对，这样才有了最早的那个天珠那个样子。但是用过特别好的那个天珠，它那个能量是极强的，它天生长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就像我刚才拿的，有的像过电，有的身上发麻，对，对，还有的身上会感觉刺痛，对，它是有很特别的。还有那个天珠和别的天珠放在一起，那别的天珠自己躲开，就避开，就像那个磁铁一样，它把它顶开了，这你没见过吧？能量强，你们太少见，多怪了。我们跟着师父慢慢学习，今天都哎呀，真是大长见识。对，像这样的一个天珠，在过去的西藏，一个正宗的天珠，能换一头大牛。是哦，是这样的。那就跟等于现在一辆车一样了。差不多。哎呀，感恩师父。所以大家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些非常传说中的天珠给大家见识一下哈。这个看到就不容易，真是那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就认识什么是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在中国哈，不要轻易去买，因为今天市场上在那摆摊里看到的东西几乎是假的，
因为它都是天价，你几乎看到的都是假的。但是假的这个制造商，他都是通过打听说那个真的到底长什么样子，等他看到了之后，他用现在高科技的技术，甚至用激光往里打一点红色素进去，说这个是什么朱砂什么的，他做的外表损伤那个感觉也很像，在骗人，对，为了达到一个利益嘛哈，所以也容易上当，所以大家呢也希望不要贪那个小便宜啊。如果你真需要慈悲音上的每一件东西，它的真实性，当然你能够理解就好了。佛度有缘人。感恩师父。还有网友问，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天珠啊，还是怎样这些宝贝哈，因为林林总总的那个品种也很多，还是问说，怎么样找到的那个法物才是跟自己真正有缘的法物呢？这个有点难哈，确实是你说的也确实是有这么件事儿。对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那个歌星王菲唱的首歌叫《传奇》是大概歌词是这样的哈：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骤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就是这样哈，就是莫名其妙在茫茫人海之中就看你顺眼，就会念念不忘啊！哎呀，感恩师父。对，就是莫名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看了他，就开始惦记他，哎，这就叫有缘。你看了他就开始讨厌他，这就是无缘啊！想弄一块儿都不行哈。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大概因缘这个词是最难写了，就是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感觉啊。对，所以但愿你呢能有这么一个非常吉祥美好的感觉，发现属于你的那个宝物，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给你吉祥、平安、幸福、快乐，还有开心，还有富贵。收到，感恩师父。对，我们最近在慈悲音网站上有推出我们那个这个秋天款的这个连帽大衣哈，大家的感想特别的好，我自己也穿哈，真的是很美，特别美。对，你穿出来都很美，真不容易。就是呢，所以是，对，所以大家都很感恩师父。那现在正好这个秋天的季节哈，也到了，天凉了，穿我们那个大衣其实特别适合。来，各位网友看一看，来，我们这是真人秀，好吧？给一个画面哈。对，有两种颜色，浅灰还有深蓝，又有一个吉祥的咒语哈。对，这个衣服呢，就是高矮胖瘦还不分年龄，谁穿谁好看，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对，它就是这种神奇的设计哈。对，所以怎么穿都好看，对，很现代，很时尚，并且非常便宜，物美价廉，非常物美价廉。对，这我真的是非常推荐我们的网友哈。我们有2个颜色吗？还是2个颜色，哎，这个浅灰和深蓝。那个材质呢？材质是棉的，是棉的材质，对，还有那种挺刮感啊。然后呢，又柔软，哎呀，简直真的走2步嘛！你说傻站着，走2步，试一试，没当过模特哈，你就自然的走就行。对，你别像照镜子似的走，好吧？没当过模特，就是挺好看的，很美，还戴个帽子哈。对，防风防雨，非常的好啊。对，真是非常的好。对。
那现在秋冬季节了，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其实还想推荐以前也是师傅设计的一款斗篷，对，其实也是这个季节也是很适合。这个衣服啊，刚才这个衣服，对，你想买的话，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哈。啊，这个太热销。因为你做衣服，它是要提前进行定制的。这么多件，销光了就没有了，就要等明年了。是是是，对。好，对，好，这个是我们的很多网友都非常熟悉了哈。这个古代呢叫大氅哈。将军大氅、美人大氅哈，对，王昭君。其实这个呢，其实做一个风雨衣，这应该10年前的款了哈。就是其实一直很好看。这个是薄摇粒绒的，所以非常的暖啊。薄的摇粒绒。对。其实我们就是生活中、工作中啊，出门在外都可以穿它。对，办公室、家里边都适合在外面。也是有一个帽子嘛，哈，也有帽子，对，你戴帽子看。然后呢，这个它没有袖子，大氅吧，这种对，它是没有袖子，对，但是中间要设计2条缝，手可以出来的啊，对，所以这个衣服呢，其实你包括在家里做工的时候，我要预备这个，你在做工的时候披上它，对，打坐的时候，对。其实早晨一开始走八卦，现在寒冷的地区哈，有的下霜，有的已经下雪了，是，对，开始冷了，对，一开始要穿厚一点，等走热了再把这个厚衣服脱下来，对，啊，这个披着也特别好，打坐的时候，一个是护腰，一个是这个脖子，这个腰不太好的人哈，一定要有一件，因为这个很多人这个腰不好的话呢，腰一受风哈，要痛很多天，没办法治啊。所以这个你就是在家里打坐的时候披着它是双保险，因为你的腰和腿一定要护住哈，在打坐的时候、静的时候就怕受冷风啊，所以千万一定要有毯子或者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大的衣服披着它。但是我们一般的像女士大衣没有这么宽松啊，没有，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盖不住腿的，盖不住，所以我才设计了它呀。是，对，说毯子也没多少件了哈，对，这连毯子也是我设计的。对，这个禅毯我特别喜欢，这得10几年的设计了，就是第一款出来的时候我都买了好几条。其实哈，这就是，其实我最早设计的是什么呢？是红毛线的，其实就是僧人3件衣之一袈裟。这个袈裟是什么？就是一块长布。对啊，所谓叫8尺长布哈，它一围就好了，就是一件衣服。对，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很多拿上这个布不会裁剪，就做成中式的衣服，那古人不会。对，实际上这是个袈裟的缩写，但是我把它变厚，变得实用性啊。无论放在沙发上，你在上面打个坐，有时候在沙发上打个盹休息一下，盖盖肚子哈，搭一搭，甚至是到了热的天气的时候，当个薄被子，空调被，盖一盖肚子都是可以。现在我晚上睡觉就是盖这个。现在哈，对，在台湾这个气候正好，对，特别舒服。所以这一面是这样的棉布的，对，里头那一面呢是绒的，摇粒是薄绒的，对，洗呢就洗衣机就洗，非常的好打理。对，好打理，对，不易脏。然后你看，这不还有这个袋子吗？这个就适合打坐的时候这样一系。如果你打坐，还可以当一个大氅披风啊。对，是，这就是为什么叫禅毯呢？可以专门打坐用都可以。对，我们很多那个师兄姐，他就是那种出差多的哈，他就带一条禅毯一起出差。对，在宾馆里边呢。防护自己，防邪气啊！对，温暖哈，这种还有人呢哈，在用它呢，2层一叠做大礼拜。对，这个是非常经典的，那个长度正好，长度正好，然后这个布面朝上，手的那个滑顺度也是正好。并且我们定的这个布呢，厚度也比较厚，所以还是比较耐磨。对，非常的好。对，做大礼拜，这个就是一毯多用。对，睡也可以哈，在这个在沙发上，你看这样一叠做大礼拜，宽度正好，长度长度都正好。对，这我们都是这样用，都用了10几年了。对，也是秋冬时间哈，送给家人、长辈、家人、朋友
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对对对，对，物美价廉呐。哎，这个东西正好到了这个季节了哈。是。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有一件，都有一条哈，很难得的啊，非常耐用，对，非常的实用。好，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可能还是想问一问，就是那个葫芦瓶师傅有盖章哈，说今天还有其他的优惠的东西，师傅还能加持一点吉祥的吗？有。你像刚才那个披风大氅、禅毯啊，都有加持，都有盖章。哇，好还有这个盖章，一会儿我们这个直播不占大家直播讲的时间哈，之后我来盖哈。好啊，对，太好了。好，今天我讲的内容是够多了哈，对。那在每一次来说，我们各种各样的法宝和大家生活之中息息相关的，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错过了很多好时候、好机会。我捡到了法宝，我总想晒到网上给大家看，但是有的网友就开始怀疑，说你每一次都能捡到宝啊？捡到的原因是懂与不懂啊。对，我在捡到一个超级天然的老天珠，是3000年前的。你知道，那是在台湾地摊上卖的，卖的人都把它当一个假货。他不知道胡云了些什么话，就是反正这个东西随便了，你随便出够钱，反正意思这是垃圾。他不懂啊，因为什么呢？外面呢就是这样一个老天珠吧，还有那个珠子我没有带着，那个老天珠吧，外面呢有很多叫天然的包裹物，都包住了。包住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太久了，后来就埋到了地下。埋到地下之后，和矿物质进行融合之后呢，形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那么大个儿。我就是这种感觉，不是说我查看它像那个破案一样，查看它细微的那个东西可能是什么，不知道。我就是一种感觉，就是直觉，这是个好东西，啊。我问老板，这个多少钱呢？老板苦笑一下，100台币你要吗？我说太贵了，100台币呀！100台币多少钱？3块钱呢？3块钱美金哈。对呀，我就说太贵了，因为卖古董之类的人，你一定要说太贵了才行啊，太贵了就好还价呀。我就试探他的底价，他说你看着给，我就说50。他说再加一点行不行？不加，不卖我就走了。他说给你。我回去之后，我放点醋，放点花椒，放点酱油，倒点可乐，泡了2天之后，珠子露出来了，比这个漂亮。哇！这是500年的，那个3000年。哇！师傅真是识宝啊，慧眼识珠。特别的美，特别的漂亮啊！昨天有人见到了哈，特别的美，因为卖的人也不懂，就是有时候我捡宝是在于我懂，你不懂，你连卖的人都是买来的嘛，你可能买的时候就一堆儿，你觉得哎呀这些烂货，因为卖的人只管赚钱，他不管什么商品，反正我赚钱就可以，他卖了这一堆，比如说1000块钱收来的，结果他卖了已经1万块钱了，他觉得足够了，剩下那一点你随便给，而且他看着也不像样的东西嘛，是，他也懒得动手去研究它，对不对？对呀。我就是感觉我就要了。对，还有的人是把那个檀香的菩萨像，当一个普通菩萨像扔在那儿，很便宜的价钱在往外出卖，他不懂，不懂我就看看，觉得看着像檀香，闻着更是檀香。仔细研究还是檀香，并且发现怎么这么大块儿啊！难得卖的人不知道是不懂啊，还是有点神经啊，还是有缘分呢？你这有时候很少的钱就买到了，因为在几年前我刚到台湾来的时候，10年前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一个卖檀香的店，这么小10公分高的雕刻的檀香的一个菩萨，卖多少钱呢？我花6000美金请到的。哇！
我后来请了这么高一尊，才花了6000的一半那原料都买不到啊。对，原料都买不到。宝贝找主人呐。对呀。就是宝贝在人群中看了师傅一眼，从此就不能忘记师傅的容颜。他知道我是爱他的。对，就跟着师傅往家转。对呀，你不懂啊。咱们之前说那个，之前我们讲过那个故事，有个老人家救了一个在蒙古是吧？对。救了一个喝醉酒的老人。对对。那个老人手里有一个陨石的夜明珠。夜明珠。又是钻石级陨石的夜明珠，是吧？原来那个老人也不懂，他如果懂那么贵重，他不会给那个人的，是宁可拿现金也不会拿那个价值连城的夜明珠给他呀，对不对？对，不懂啊，所以有时候没文化真可怕。对不起，我说错了。所以要不懂的话，你又上当；但是懂的话，你经常不是故意捡便宜哈，就是捡到了很多你当废品的宝物。我很多捡到的宝物是别人当废品、当垃圾扔的，知道吗？在那个台湾的地摊上，我最喜欢去逛。他们经常那个珠子拿大珠子剩下那个一个小红珠扔在地上不要。我说哎，我就还给人说你那个掉了，随便你拿吧。嘿嘿嘿，他冷笑。所以你是啥狗屁不通的这个人。好，我拿起来，你真的不要吗？我还问他不要，给你吧。我回去一看。红宝石，哎呀，就是嘛！我为了报答他，我到他家多买点东西。宝贝找主人呐，真是。对，因为红宝石的那个颜色太红了，他觉得哪有这么红的宝石呢？但是是最上等的红宝石，人家当黄豆扔了，我捡了给他，他都不要，这没有办法。红宝石，这没办法。红宝石。祖母绿、蓝宝石、所以我怎么说，护经板都是这样找到师傅的。我说我前世是不是丐帮帮主呀？哎，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你捡垃圾都能捡到宝，知道吗？所以没办法。哎呀，恭喜师傅！所以以后我太高兴了。以后我走路，可跟着我走路的人，没人看汽车，全看脚下头。对，所以跟着我学淘宝哈，就有点狼狈，但是你真能捡到宝啊！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常识哈，都能让大家慢慢的积累这些知识，你慢慢的就成为一个专家。所以就像刚才我嘱咐天珠一样，你懂得了这些名堂了，但是轻易不要下手购买，因为几乎全是假的。几乎全假的，因为做假的人哈。他一定研究什么是真的，我怎么样能做得更像，他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博物馆推出一个新的什么一个大瓶子来之后，下一个月就发现批发商这里10块钱一个，有的是这种大瓶子，最后弄得博物馆都晕了，就开始怀疑我们这个是真的假的。当然了，你那个80年代请来的一定是真的嘛，对不对？对。但是满市场全是和它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弄得经常博物馆的人都发晕。我们这个作假能力就这么强。没事儿，师傅，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网友哈，就是到慈悲音上来就好了，都是真的。没错，这里头那就是一个保障保险。对。那会儿说买假的还便宜呢，我告诉你，买假的1分钱不值，万一让你买的还灰心丧气，是吧？该是老的宝珠又没有得到宝珠的那个庇佑，对不对？对呀。而且甚至他用化学进行加工染色之后，对你身体还不好，对，还是害人的，所以不好。这里的这些老珠子的价钱，实际上是真正的古董商那里的比一半还要低，是这样子的啊。我说了，好像还是在触动您买哈。今天我们这个网友真是很幸运的哈。刚刚这个家具师傅都没有时间介绍，就是放官帽桶的这个茶棚啊，日式茶棚已经被一个幸运的网友请走啦。是吗？对啊，恭喜他！这个你知道有多高级吗？真的，非常好。它上面那个地方那个缎子面哈，那个缎子面，我这边找这个在台湾的日本厂商专门换了一个新缎子面。你看，同样是那么古雅，是日本人织的缎子，对，是这样子的。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小金属都是非常考究的。日本人做这个抽屉哈，叫做严丝合缝，你只有见过你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用的。而且
它的柜子里面的那种光滑度和外面一模一样。对，我们经常中国家具还有美国家具，经常进去的时候能挂着手指头了，是吧？能扎破了，这里不可能。对，非常的精致。对。非常精致。我们的很多人，女生都有这个经验，那个丝巾呐，这对些给挂放到住了吧抽屉里，对，给挂挑丝啦，那些这个日本的这日式的。我在这儿摆的这些我收来的这些家具哈，没有一个是这个品级的，里面非常的被使用者喜欢，这是一定的。内外如一。对，当然了，它不做假的，非常棒，并且它是认真细致的做活啊。非常非常的精致哈，请到的就是有福，差不多了。好啊，因为我们北美网友还得睡觉呢哈。是我们的杂货铺网友们都希望以后师傅多开张，然后跟大家再多讲。不是，大家还想继续再听吗？太想了！我看我们的网友留言还想不想听？就怕我说的这些东西，说你都是班门弄斧啊，是吧？我们都懂啊。大家都学到很多，哪里懂啊？都是。今天都学到了好多好多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师傅。我呢也是这知无不言的哈，我都会实实在在告诉大家，你真懂了就少上当，并且会珍惜一些好的东西，别给浪费了。这我在温哥华倡导的，我们有二手货市场，就是我们家里头不用的那些东西哈，比如说小孩玩具，你从生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长到16、17岁这个整个过程之中，孩子因为长得快嘛，有很多东西就是用了1年就不用了，甚至还有很多亲戚朋友送的多，还没拆封就已经不能穿了。比如说鞋子，还有一些玩具，对吧？你说扔了吧，除了浪费钱，还污染这个环境，对不对？所以能够结缘给需要的人，用很便宜的价钱，甚至你白送给他，这多好啊！把这个旧物重新利用。这才是最大的环保，还是心灵的环保。无论今天我们多么富贵，多么吉祥，要记住，要能够最好做到那种简约的生活，不要过奢侈的生活，要爱护一切财物，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啊，这也才是真正的最环保。对，也是师父今天讲的这个禅意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没错大原则。所讲的禅意的生活，也叫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不浪费任何东西。像这些家具，就是你用到离开这个世间，你都舍不得把它弄坏了，甚至舍不得送人都，因为太精美了，并且价钱呢非常的低廉，和今天那种打着国际名牌、西洋式名牌的那种，但是里头全是假的板子，今天外头全是贴面，里面是锯末和甲醛粘起来的那种夹板的家具，一看着富丽堂皇，但是就用一次就作废，并且对身体不好。是这些真材实料的原木，并且还是对人体好的好木头，精工细作，价钱比今天那个好的家具要便宜1半都不止。对，它是这样子的，弄这么便宜的原因就是我为了让你也能去使用，我可以把它卖得很贵，但是我不想。只是希望你能懂得去欣赏它，之后再去请购它，再去使用它，你才会爱上它。真正达到请购的人一定会爱上它，因为它太精美了。也懂得家具做的精美的实在太少，更不像有些家具用一次一搬家就烂，就得重新再买。你以为是便宜了吗？实际上是浪费了。这些家具都用一辈子，甚至用好几辈子。这已经有人都用了。这里最年轻的家具都是80岁以上的，80岁以上的意味着什么呢？3、4代人用过了，是这样的，还是这么完美。我今天太啰嗦了哈，感恩师父。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哈。好，感恩师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请你留言哈，我就讲第2期；如果没有喜欢的留言，我就不讲第2期了啊。觉得就是讲的是无效的哈。好，喜欢。好，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喜欢的话，也许下一期比这一次更精彩哈。我们期待着。那再做个广告，我们下一场直播是明天吧？好像。明天上午。这实在太密集了，实在太密集，比插秧还密集哈。好，明天上午10点钟，台北的时间10点钟。明天上午，台北、北京、香港、新加坡时间。
都是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如意吉祥。收到。好，谢谢了，再见了。感恩师父。好，再见。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